这是个神明吃人的世界，只有我吃神明无限进化。蓝星2000年1月1日，黑鸟吞日，永夜降临。如今我只能坐在破旧的教室里，精神萎靡地趴在书桌上，看着窗外，夜空中巨型神明虚影游荡。检查作业的班主任翻开我空白的文本，大声质问我：秦世阳，你为什么没有写作业？立刻给我滚出去罚站！罚站对我来说早是家常便饭，比起辱骂，更难熬的是对变强的渴望。就在这时，一股寒意突然从头顶压下来，我抬头一看，死寂的夜空中，一只硕大黑眼正死死盯着我，正是那吞掉太阳的巨鸟之眼。对视的瞬间，一阵剧烈的眩晕感炸开，我的脑袋像是被塞进了无数信息，身体里更是涌进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觉醒了！序列吃神者觉醒，消化神明即可变强，当前等级1级，暴食者。吃神者以神明为食，我真的觉醒了吃神者序列。兴奋之余，我谨慎地意识到，在已知的数千种序列里，没有人的序列能力与吞噬神明相关。为了不被抓去做实验，我必须在我还没暴露之前，尽可能变得更强。下课铃响起，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座位上。我刚一坐下，突然有人一脚扫过，把我的课桌踢翻，书本散落了一地。秦思阳，你都3天没给我送早饭了，还有我的作业，你为什么没写？说话的是李静雯，我前世舔了3年的白莲花，这女人把我当免费工具人，我饿肚子给她买早饭，熬夜给她写作业，最后她转头跟隔壁班周阳搞在了一起。早饭我自己吃了，你的作业凭什么要我帮你写？李静雯见我语气不对，眼眶瞬间泛红，立马装出极其可怜的模样。我那是在考验你啊，你不写作业我会被老师骂的，你舍得吗？前世我就是被她这样骗得团团转，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你被老师骂关我屁事儿，我昨天罚站的时候你不也看得挺开心的吗？少在这装模作样。秦思阳，你脑子抽了，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好啊，记住你说的话，赶紧滚，别碍我的眼。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只觉得这3年的窝囊气总算出了一小口，可这远远不够，我要变强，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放学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验证我的能力，我绕开巡逻的卫兵，朝着最近的1145144号安全区出口狂奔。永夜降临后，这些被称为神明的诡异生物疯狂地猎杀人类，人类文明早已支离破碎，仅能靠着一座座高墙围起的安全区苟延残喘，唯有序列能力者才能杀死神明，战斗后神的残骸都会扔进垃圾桶。这些别人避之不及的污秽，对我来说就是逆天改命的大餐。来到目的地，我看着装满紫色残骸的垃圾箱里，触手残骸还在缓慢蠕动，周围只有2个便衣在远处巡视。我假装路过，趁便衣离开的瞬间，飞快抓了几块残骸塞进怀里，转身就躲进小巷。看着手中血淋淋的神明残骸，我猛地咬下第一口，没想到味道还算不错。咽下去的下一秒，一股热流从心脏涌出来，瞬间扩散到全身。我兴奋地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真的变强了！吃神者序列，真的能让我变强。尝到了甜头的我再也忍不住，我回到垃圾箱，这次不再偷偷摸摸，双手齐上，抓起神明残骸就往嘴里塞，每吃一块，体内的力量就变强1分，那股洪流涌动的感觉让我上瘾。吃不够，我要变得更强。我一边吃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生怕被人发现。短短半小时，把垃圾桶里30多个神明残骸全吃了个干净。别人猎杀神明要拼尽全力，还要担心被粉饰，我倒好，捡别人剩下的残骸就能变强。便衣随时可能过来巡查，我立刻在附近找了个水洼，把手上和脸上的血迹洗干净，转身就往学校跑。回到学校，我挨了各科老师的训斥。你为什么不做作业？可我毫不在意，那些作业对我来说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放学的时候，李静雯又拦着我。秦思阳，我今天又反思了下自己，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只是现在咱们年纪还小。滚！李静雯正呆愣在原地，我头也不回地走。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知道，你当初看不上的孤儿会成为你高不可攀的存在。回到家里，我瘫在纸壳做的沙发上，倒了杯热水，却不小心碰倒了水壶。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时间变慢了，我随手一伸就把水壶抓住了，低头一看，水壶上居然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手印。我的力量居然这么强了！我又试了试，轻轻一攥，水壶就变了形。不仅力量，我的敏捷和感知也提升了太多，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清晰无比，就连窗外神明飞过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要是把外面这些神明都吃了，我都不敢想自己会变得多强。第二天一早，浑身的力量让我迫不及待想继续变强。昨天的垃圾桶已经空了，而且联合政府发现残骸消失，肯定会派人看守，再去那里肯定会暴露。可我又没有猎杀神明的经验，安全区外神明主宰，安全区内序列者为王，万一打不过，我只会白白送死。我拿出地图，看着地图上的3个安全区出口编号54320号、89757号、38324号，编号越小，序列者越多，残骸也越多。我决定先去54320号出口，那里肯定有更多的神明残骸。走了3个小时，终于到了54320号出口。我找了个破旧的楼房，居高临下看了看，这里的序列者果然比11451号多，有近100名，周围的普通人更是围了上万人。我装作漫无目的的游荡，寻找垃圾桶。在距离出口一个街区的地方，我看到了数个排成一排的垃圾桶，每个里面都装满了神明残骸。这么多垃圾桶，真是满汉全席啊！就在我准备冲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垃圾桶旁有2个清洁工，身上沾满了血污。果然，昨天的事情引起注意了，
联合政府的人居然派人来守垃圾桶。我装作路过，若无其事地从他们面前走过。看来54320号出口是没机会了。我边走边吃书包里的食物补充体力，虽然身体变强了，可还是会累。走了将近6个小时，我终于看到了89757号出口的指示牌。凭借着之前的经验，我很快就在一个街区找到了3个垃圾桶，里面全是神明残骸，深紫色的触手还在垃圾桶边缘蠕动。我仔细观察了周围，没发现其他人，看来联合政府的布防还没波及着。富贵险中求，想要变强，就要冒险。我双手齐上，抓起神明残骸就往嘴里塞。这次的残骸比昨天多了3、4倍，而且我吃起来更熟练了，速度快了好几倍，10几分钟就吃了大半。每吃一块，浑身的肌肉都在疯狂生长，原本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健无比。就在我快吃完的时候，序列面板突然发生了变化。序列吃神者晋升，当前序列等级2级，贪婪狂徒，解锁新技能暴力，10分钟内自身力量、敏捷与肉身强度提升3倍，在此期间感受不到任何伤痛。序列晋升了。就在这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回头一看，是个醉汉，步履蹒跚，嘴里还哼着难听的小曲，似乎没发现我。可要是被他发现垃圾筐空了，肯定会上报，到时候我就跑不掉了。我顾不上擦掉身上的紫色粘液，把剩下的神明残骸塞进书包，转身就跑。序列晋升后，我的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全力奔跑起来，周围的景物都在飞速倒退，甚至看不清路旁的栏杆。就在我拐进一个阴暗小巷的时候，一把小刀突然从角落里飞来，直插我的右眼。速度很快，可在我提升后的感知里慢得像蜗牛。我侧身一闪，小刀直接扎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我抬头一看，3个邋遢的男人正一脸戏谑地看着我，把我围在了巷子里。你们想干什么？小子，把你身上的钱还有你的包都交出来，我们就饶你一条狗命。我没钱，这书包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放我走。我只想赶紧离开，可这3个人根本不屑，他们看我跑这么快，以为我书包里装着宝贝。没钱？没钱你跑这么快干什么？还藏着掖着？赶紧把书包交出来，我们哥仨还能帮你保守秘密，不然有你好果子吃。没错，你小子的脸我们已经记住了，要是不交，我们就去警察局告发你。听到这话，我准备逃离的脚步停住了，一股杀意瞬间从心底涌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生出杀人的念头。哟，这小子还敢瞪我们，看来这书包里的宝贝价值不菲啊！兄弟们，杀了他，把宝贝抢过来！3人各自掏出一把刀，疯狂地向我堵来。他们的动作在我眼里就像3岁孩童一般绵软无力。前世我从没杀过人，可现在我没有退路，要么他们死，要么我暴露我死。既然你们执意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一记直拳，直接打在离我最近的歹徒脸上，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传来，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没了动静。另外2个歹徒看到这一幕，吓得浑身一抖，瞬间意识到他们招惹的是一名序列能力者，可他们都是背着命案的逃犯，深知求饶没用，决定拼死一搏。2个人更加疯狂地冲过来，刀光闪闪，直奔我的要害。我左腿后撤一步，右腿一记飞扫，直接踹在其中一人的腰间，又是一阵骨裂声，那人的腰直接被踹断，撞向了另一个歹徒，滚了好几圈。我一跃上前，来到那被撞懵的歹徒面前，他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求饶，说把身上的钱都给我，可我根本没给他机会。杀了你们，你们身上的钱也是我的了。我一拳捶在他的侧脸，颅骨碎裂，当场没了气息。我站在原地看着3具尸体，心中变强的执念更加强烈。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想要活下去，我必须变得更强。我没有立刻离开，因为我在弑神营地看到过，有个不死序列能力者能读取死尸生前的最后记忆。为了不暴露，我在地上找了一截布条包裹住拳头，将3个人的脸捶得不成人形，又把他们身上的钱全都搜了出来。做完这一切后，我把3具尸体拖进旁边一个荒废的库房，点了一把火，待尸体烧尽，我全速逃离了现场。回到大路上，我才稍微松了口气，心里的激动压过了第一次杀人的不适。我活下来了，而且我有了自保的能力。就在我离开89757号出口2个多小时后，联合政府的警员和序列者把那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白发探长叼着雪茄在垃圾箱旁转了一圈，他叫奥洛夫，是这一片的最高负责人。他身边跟着一个短发女警，叫罗伊莲娜，是闻香人序列能力者，寻踪能力极强，可他却对着垃圾箱直摇头。这里的神明气息太浓，掩盖了所有人的气味，根本无法分辨。该死，是谁先发现垃圾箱空了的？探长，是我叫汉斯，是这里的序列者。
我昨天喝多了，扔酒瓶子的时候发现的。这人就是之前撞见我的那个醉汉。他酒醒后意识到事情不对，主动报案想将功抵过。可罗伊莲娜直接指责他往神明残骸的垃圾箱里扔东西，干扰联合政府工作。汉斯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奥洛夫听完没怎么追究他的责任，只是让警员把他带回警局。就在这时，罗伊莲娜的呼机响了，一个消息传来，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探长，法医序列的人说，那3个人的头颅被人赤手空拳捶碎，面目完全变形，应该是序列能力者干的。凶手心思缜密，知道做些掩盖功夫，但又缺乏足够的序列知识，大概率是个刚觉醒的穷小子。往安全区边缘排查，他跑不远。联合政府的人开始排查了，而我已经回到了家里。我来到沙发旁，把书包里剩下的神明残骸全吃了，又把书包和沾血的衣服烧了。处理完一切，我掏出从歹徒身上搜刮来的钱，数了数几百枚铜币，还有1枚银光闪闪的银币。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换到一个伪装的蓄力者身份，光明正大的猎杀神明了。可我转念一想，我一个孤儿突然多出一笔巨款，势必会引起别人怀疑，说不定还会引来杀身之祸。我看着手中如同烫手山芋般的银币，心情越来越复杂。这枚银币就留着等我变强之后，去黑市换成猎神道具吧。第二天一早，我揣着20枚铜币来到一处简陋的网吧，打开电脑，登上弑神营地网站，看了新人指导贴，我才知道原来所有序列者都要靠饮用序列魔药来变强，而序列魔药的配方被各个安全区的最高领导者们掌控，序列者们唯有猎杀神明，把神明的特殊部位交上去领奖励，才能换取对应价值的魔药和酬金，而我只要吃神明就能变强，根本不用魔药。我靠，我这简直就是开挂呀！我又翻起了序列集贴，专门找那些力量型、敏捷型的序列，方便我伪装。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一个合适的伪装，魅影刺客能力和我现在的序列完全契合。就在我得意之时，无意中瞥见了有关不死序列的能力，我震惊地发现，烧尸就能让不死序列的能力无法发动。什么？那我敲碎那3人脑壳，岂不是多此一举？就在我懊恼会因此暴露之时，网吧外面突然传来警察的。警察？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我瞬间慌了，赶紧删除浏览器记录，点开一个叫3句话让女神对自己倾心的文件。就在我刚动完的瞬间，7、8名警员冲进了网吧，大喊着让所有人抱头蹲下，挨个检查电脑。警员走到我面前，瞥了眼我的脸，又看了眼电脑屏幕，舔狗如何讨好女神欢心的教程，摇着头鄙夷的离开。我以为躲过了一劫，刚想继续查信息，臃肿的网管刘大志正坐在吧台笑眯眯的看着我。他居然发现了，为什么会盯上我？我该怎么办？一瞬间，无数念头涌进我的脑海，而刘大志的笑容在我眼里变得无比诡异。小子，警察找你是不是因为你杀了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没搭话，杀人案才过1夜，不可能传这么远。他就是猜的，我只要不承认，他也拿我没办法。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来网吧看序列论坛，警察来的时候你就删记录，当我瞎呀？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盯上我？就你这穷酸样，穿个破外套还敢来网吧花钱，我能不多看2眼？警察一来你就慌，不是杀人犯是什么？这肥猪还挺有眼力见，把我的心思猜了个8、9不离十。我依旧一言不发。跟敌人交手，最忌讳的就是漏点，他爱怎么猜怎么猜，我就是不接话。只要你给我1枚银币当封口费，这事儿我就替你瞒了。1枚银币？你怕是疯了？真当我是冤大头？刘大志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可转眼又硬气起来。1枚银币买你一条命，值了！你个杀人犯，偷抢杀人啥干不出来，弄枚银币还不容易？我心里乐了，合着他压根不知道我是序列能力者，这倒是个好事儿。你知道我杀了人，就不怕我现在杀了你？我早把举报你的邮件写好了，还有监控里你的特写照片，3天内我不撤回，就自动发警察局。我死了，你也得完蛋。我心里咯噔一下，定时邮件这招够阴的，真杀了他，我立马就暴露。别愣着了，费我这么多口舌，得加钱。下周之前再加1000铜币，少一个子儿，我立马把邮件发出去。我没理他，转身就走。刘大志见我要离开，扯着嗓子大喊：“我叫刘大志，你小子叫啥？别想赖账！”我头都没回，脚步变得更快。刘大志是吧？这名字我记下了，用不了多久，我就送你去见阎王。从胡同里出来，我绕了一圈，躲到网吧拐角，不多时就等到了刘大志出来。我脚步放轻，跟在他身后，他压根没发现。直到他打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进了一栋旧楼。我把这地址死死记在脑子里，这才离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那定时邮件，杀他容易，可绝不能让他把秘密带出去。到家看了眼日历，周一了，还得上学。我的书包早烧了，找了个布袋子，装了几个饭盒就出门了。特意绕去网吧看了眼，刘大志正在座位上打着游戏，一脸兴奋。
压根想不到自己死期将近。到了学校门口，校长居然带着一群老师在校门口检查，同学都挨个跟校长问好，我也装模作样笑了笑，喊了声校长好。本想混过去，结果被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师叫住了。这孙子就是想在校长面前表现，纯纯的狗腿子。我当时手都痒了，真想一拳把这孙子打趴下，可一想到刘大志那肥猪，只能忍了。现在动手肯定暴露，学校越差规矩越多。我压住心中的怒，装出一副歉意的样子。抱歉老师，昨晚没睡好，说话没力气。我再喊一次，校长好，老师好。校长倒是大度，摆摆手让我走。结果这狗腿子又找事，说我没背书包，非要翻我布袋子，里面就几个饭盒，他翻出来，还质问我书本在哪，作业写没写。就在我准备再装一次怂时，一个声音突然冒出来，居然是李静雯这绿茶。老师，秦思阳周末跟我去同学家补习了，书本落那儿了，我今天正准备帮他带来呢。我当时都懵了，这绿茶抽什么风，居然帮我说话，肯定没安好心。果不其然，我顺着他的话点头后，他立马凑过来想跟我套近乎。秦思阳，我帮了你，你不该跟我说声谢谢吗？你觉得我该说谢谢？以前我给你送早饭、写作业，你连句谢谢都没有，还说那是考验。现在帮我一次，我就要道谢？以前是我不好，我帮你，你帮我，咱们扯平了好不好？你别对我这么冷淡，我会伤心的。扯平？行，那就扯平。那我们重新开始吧，你以后还帮我带早饭、写作业好不好？我一天的动力都来自你。听听这话说的，还是想把我当免费的工具人，真当我还是以前那个舔狗。我直接戳穿他的心思，让他脸都挂不住。李静雯，你为啥非盯着我一个人骗？就没别的男的愿意给你当狗？想追周阳就自己去，别拿我当垫脚石。你给他送的早饭是我做的，你跟他对的答案是我写的，啥都让我干，干脆我嫁给他算了。我已经受够了，要是再来烦我，这件事你也不想让周阳知道吧？这话一出，李静雯脸都白了，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我看都没看他，直接进了教室，心里爽翻了。前世的窝囊气总算又出了一口。进了教室，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总算清静了。李静雯那绿茶蔫蔫的，估计没想到今天这一出。坐了没一会，我想起图书馆的朱老师，那老太太是学校里为数不多对我好的人，给我找了个整理书籍的活，能挣点小钱。前世今生，她都是我校园生活里的一点光。我起身去图书馆，跟朱老师说想继续干。老太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让我好好学习，鼓励我说不定能考上学院，听得我心里暖暖的。从图书馆回到教室，正好赶上老师讲高考志愿填报。我本来压根不想听，这破学校的学生能考上学院的没几个，更别说我了。可老师一句话，让我瞬间支棱起来了。联合政府的8所学院只给普通人上，序列能力者有专门的大学。我立马举手提问，想知道序列者的大学咋考。结果那老师嫌我多事，还骂我异想天开，说这破学校从来没出过序列者。老师，周阳他叔叔不就是突然觉醒了序列能力吗？你们跟周局长能比吗？周阳的叔叔是附近的教育局局长，本就不是普通人，能觉醒序列能力也是情理之中。同学们瞬间都跟着起哄，老师没办法，只能说序列者要参加管理局的考核，考过了才能上专门的大学。还说想知道更多，去序列教育论坛看。早说啊！可惜现在不能去网吧，刘大志那肥猪还盯着呢，这仇必须早点报。老师接着讲志愿，我压根没听，满脑子都是序列者大学的事，还有刘大志的各种词汇。下课的时候，我看见李静雯跟她那群闺蜜凑在一起，不停的骂街，说肯定有人跟我告密，把她和周阳的事说了，甚至还怀疑到温书头上。温书她可是我们的年级第一，学校的校花，学习好，长得还漂亮，跟那绿茶比就是云泥之别。不过我才懒得管他们的破事，温书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现在只想赶紧解决刘大志，然后去序列管理局注册，光明正大的猎杀神明。放学之后，我去图书馆帮朱老师收拾书籍，毕竟老太太对我好，我不能忘恩负义。收拾到一半，看见温书在图书馆看习题册，这姑娘是真用功，高考的头号种子，校长都把她当宝，谁也不敢惹。朱老师跟我聊起，说她家里条件不好，跟奶奶一起过，老太太眼睛还瞎了，全靠温书照顾，听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都是苦命人。收拾完图书馆，我突然想上厕所，就去了图书馆后面的厕所。这厕所平时没人来，臭得很。我正放水呢，突然听见隔壁女厕传来巴掌声，还有那绿茶的骂声。我当时就知道，这绿茶把气撒温书身上了，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说，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告诉秦思阳我和周阳的事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这群人莫名其妙。别装了，你仗着学习好，长得漂亮，就想勾引周阳，门儿都没有。这绿茶是真疯了，居然敢打温书，校长知道了，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温书是因为我才被打的，于情于理我都得站出来，更何况我早就看李静文不顺眼了。我洗了手，直接走到女厕所门口，一脚踹在门框上，喊了一嗓子，把里面的人都吓懵了。李静文，你他妈在发什么疯？非要我把你和周阳的事抖露给全校你才满意？李静文和她那群闺蜜看见脸都白了。温书站在一旁，脸上有2个红彤彤的巴掌印，却一点都不慌，只是淡淡看着我们。我当时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绝对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柔弱。秦思阳，我没找你麻烦，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李静文，你要点脸！以前我给你当狗，你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我不伺候，你就拿别人撒气，算什么东西？秦思阳，你别得理不饶人！我要是得理不饶人，现在就去校长室，让全校都知道你李静婉的绿茶嘴脸。周阳他叔叔是序列者，要是让他知道你这么恶毒，一定让周阳甩了你。李静文气得脸都绿了，问我想怎么样。我让他别再招惹温书，也别再来恶心我。本想就这么算了，可看着温书脸上的巴掌印，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这绿茶必须给点教训。你不打回来，没意义。你不想打，那我就替你打了，也算清了我欠你的。我话音刚落，抬手就给了李静文2个大嘴巴子，清脆的巴掌声在厕所里不断回响。李静文直接懵了，捂着脸不敢相信，她那群闺蜜也吓得不敢动。你跟我的事儿，这2巴掌就算轻了，再敢找温书的麻烦，我让你在学校里待不下去。明天我让你好看！李静文气得眼睛发红，放狠话说明天让我好看，我压根不怕，他那点本事我一清二楚，无非是找些混混来吓唬我。我直接学刘大志那招，说我已经写了邮件，随时都能发给周阳的叔叔，只要我和温书出一点事，他想跨越阶级的美梦就彻底黄了。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歹毒的人。哎，今天你就见到了。我拉着温书就走，心里别提有多爽。我拉着温书出了学校，在路口确认没人跟踪，才跟他道歉，说把他牵连进来了。温书倒是挺淡定，说了声谢谢，眼神里却有点不满。我也懒得管，这姑娘心思多，跟我不是一路人。不过今天也算结了个善缘。跟温书分开后，我回了家，一夜没睡，满脑子都是怎么解决刘大志。那定时邮件就是颗定时炸弹，必须先搞清楚这肥猪有没有真的留证据。第2天一早，我看了眼日历，看来今天就是刘大志的死期了。我打定主意后，我特意绕去了网吧。刚一进门，我就心中一喜，吧台后面果然换成了满脸络腮胡的王德发。我心想，机会来了。我立刻压低了帽檐，特意避开摄像头，溜到后巷，把王德发喊了出来。王德发出来后，骂骂咧咧，一脸的不耐烦。不等他说话，我就直接开口：朋友落东西了，想查个监控，事成之后可以给你1枚银币。小屁孩儿，毛都没长齐，全身上下个怕是连几个铜板凑不齐，还跟我扯银币。我没跟他废话，掏出银币，指尖一弹，银币在空中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看到了钱，王德发立马换了个态度，殷勤的带我去了隔壁仓库看监控。快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我仔细翻阅着每一条记录，直到把所有的记录都看完，才发现1月3号上午压根就没开监控。刘大志那肥猪的话全是骗我的。我决定对刘大志下手，但在这之前，我得先将眼前的事情处理好。我故意将显示器拨到地上，随后一脚踩了上去，冷酷的跟王德发说道：你觉得什么人能做银币生意？王德发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您是序列者？大爷饶命！我就是想赚点这烟钱。我借机从王德发那里拿到了仓库钥匙，又问出刘大志今天在家休息的消息。拿到钥匙的我就直奔刘大志家。刘大志住的地方叫烂木头楼，走廊满地都是垃圾。我站在他家门口，捏着鼻子模仿隔壁大神喊他搬垃圾，并威胁要投诉。刘大志不情不愿地开门。开门的瞬间，我一记勾拳将他打晕。等他醒来，已被我绑在椅子上，嘴里还塞着只臭袜子。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把玩着一根棒球棍。刘大志看清是我之后，开始拼命地发出呜呜声，而我却举起手里的球棍，重重地拍响。贪心是要付代价，今天的代价就是你的命。解决了刘大志之后，我烧了他的家。21分钟后，我已经端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翻开了那本还没看完的旧时代通史。没过多久，烂木头楼被烧毁，奥洛夫探长站在废墟前查看刘大志尸体的残骸。下巴粉碎性骨折，这是生前伤。杀人又放火，应该是寻仇。查一查他跟谁有过节吧。警员们随后开始到处询问，还去网吧找过王德发。不过这货怕我报复，装糊涂说刘大志没得罪过人。奥洛夫探长查了一圈也没有头绪，只能作罢。解决刘大志后，我着实是过了几天清静日子，每天就是泡图书馆。只是朱老师依旧不死心，一个劲的想要撮合我和温书。小晴啊，温书这丫鬟不容易，家里条件差，我看你俩挺合适的，以后你多帮衬帮衬。朱老师，您饶了我吧，人家是要考学院的高材生，我哪配得上人家？
朱老师没有说话，只是当天放学的时候，朱老师故意安排我送温书回家。我们刚走出校门，我就发现一堆混混正堵在校门口等着我们。应该是李静雯叫来的狗腿子，往那边走。既然来了，就别想囫囵个回去。你不是设了邮件吗？他怎么还敢派人来？我那是骗他的，他肯定是发现上当了，找舅舅昆成龙来报复。我拉着温书跑到一处荒废的宅院，那些混混也追了上来。领头的昆成龙拎着铁棍叫嚣着要毁了我。敢惹我外甥女，我看你是活腻歪了。谁说我要跑？我只是觉得这里比较适合杀人。混混们哄堂大笑，可没等他们笑声落地，先发动，暴力技能启动，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混混们相抗，可惜为时已晚。很快地上就多了几具尸体，我喘着粗气，转头看向温书，温书就静静地站着。尸体不能留在这儿，得扔到枯井里，再去学校食堂弄点泔水倒进去盖味儿，这样就算是闻香人也查不到了。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默契地配合着抛尸、掩盖痕迹。当最后一具尸体落入井底，我们都知道，一种无形的契约已经形成，我们共享了一个杀人藏尸的秘密。你该注册序列身份了，没有身份，你考不上序列大学。我点点头，眼底闪过一丝冷光。我知道，最近就去。至于李静雯和她全家，这笔账还没算完。随后我送温书到家时，才发现他也住在烂楼，家人只有一名失明的奶奶。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第二天回到学校，李静雯一见到我，就像见了鬼一样。我故意在她面前晃悠了几圈，看着她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心里别提多痛快了。但很快，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二班赵丽文突然找到我，装模作样跟我说，让我别耽误温书。秦思阳，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我和温书都是要考天童学院的，你只会耽误他的前途，请你离他远点。你次次考倒数的人，凭你也想跟他去天童，耽误他学习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对走了赵丽文，我就直奔网吧，找到王德发逼他说出序列注册的门道。这货一开始还想装糊涂，可我只是简单威胁了2句，他就松了口。管理局能验序列，但正常叫圆梦的内应，得找那个代号女警罗伊莲娜，就是跟他做的交易。我心头一震，没想到那个看起来正义凛然的罗伊莲娜探长，居然也有猫腻。随后我又去仓库用电脑查了一晚上的注册流程，直到第2天才找了个流浪汉给罗伊莲娜送信，约她晚上在树林见面。罗伊莲娜收到信时特别慌张，她以为自己伪造序列的事情暴露了。当天晚上，我提前到树林，我在身上抹满了腥臭的飞鱼汁，彻底掩盖了自己的气味，然后潜伏在暗处。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罗伊莲娜拿着枪来到了约定地点，而我则趁机从暗处偷袭，夺下了她的枪。别动！告诉我联系圆梦的方法，别想动手。我设了定时邮件，如果你现在杀了我，明天全警局都会知道你是欺诈者序列。去艾希可聊天室，连续进出8次，圆梦会主动联系你。放走罗伊莲娜后，第2天我按她告知的方法联系对方。很快有个代号放逐的人让我带上1枚银币，去38324号安全区出口等他。然而我在38324号出口蹲守了整整1下午，没等来接头人，银币反倒被人偷了。我猛然想起是神鹰的论坛的内容，能隔空取物的必定是窃贼序列。我挤开出口的人群，特意留意猎神队中最受排挤的成员，一眼就锁定了一个青年。我悄悄尾随他到偏僻小巷，一脚将他快进垃圾里，接着一拳打人，伸手在他背包暗格里摸索，果然找回了我的银币。我舅舅是序列管理局的前问道，你敢动我，他绝不会放过你。所以你们仗着身份就想黑吃黑，那我就更不能留你们了。住手！就在我准备动手之时，一位身形魁梧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住手！放了我外甥，我帮你伪造身份。我见他同意帮忙，也放了他外甥。可当他知道我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却露出了极其愤怒的神色。什么？学生？聚安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序列能力者，你耍我！我立刻催动暴力技能，瞬间闪到他身后，猛地摘掉他的帽子。你真的是序列者？前问道当场服软，答应帮我伪造序列身份。我跟着前问道来到序列管理局，这地方外观平平无奇，内部却金碧辉煌。在他的亲自操作下，我摁完指纹，专属序列身份，魅影刺客正式生效。刚到校门，就看见一条红条幅
悬挂在校门口，上面赫然写着热烈庆祝秦思阳觉醒序列。校长李天明瞥见我，立马点头哈腰凑上来，年级主任也紧随其后阿谀奉承。走进教室，李静雯立刻贴了过来，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说想和我重新开始，还辩称周阳只是替代品。我倒没意见，就是不知道你那在阴间的舅舅会不会同意。李静雯瞬间脸色煞白，全身颤抖。我不再理会李静雯，径直前往图书馆去找朱老师，把带的早饭分给他和温书。小琴，我查出了胃癌，只能硬撑着了。朱老师，你等我，我去猎杀神明换钱给你治病，一定会好的。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给钱问道打电话。他说，治病要么靠猎杀神明换积分兑换资源，要么寻求上层医者序列的人帮忙。那就去猎杀神明，积分、钱财、治病资源，我全都要。我闯进校长办公室，想用他的电脑查看序列教育论坛，发现序列者无需参加高考，凭积分就能免试入学，顶尖大学还会争相抢夺。我还想继续查询，却意外发现一个惊天秘密：原来校长李天明竟是3级萨满序列，还因过失杀害数十人，才会被贬到这所学校当校长。3级萨满在整个安全区都寥寥无几，校长居然隐藏得这么深。没等我缓过神，李天明突然从门口出现，发动萨满序列的附近缠住我的身体。就在我以为要陷入绝境时，李天明却提出能帮我猎杀神明，进入顶尖大学，但有一个条件，帮他找到欺诈者序列的人，洗清他当年的罪名。我转念一想，能让一个3级萨满序列给我做打手，这买卖稳赚不赔。我立刻就答应了下来。成交。你当我的保险人，我单人能拿双倍积分。我直奔序列管理局，前问道早已备好防冻服、猎神匕首等装备。听说我找了保险人，他惊得嘴巴都合不拢。前问道特意提醒我，38324号出口有大型神明出没，而且安全区外人心比神明更险恶，杀人越货的事常有发生。离开管理局后，我来到一家超市，准备买些食物。超市老板是2个壮汉，2人一见我就拔出枪支，似乎下一秒就要扣下扳机。显然是想抢劫，我当即开启暴力技能，闪身来到2人面前。我一把抓住想要打劫我的超市老板的脖子，超市老板立刻下跪：“我们错了，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我放过了他们，但是作为代价，我顺手多拿了几包速食当赔偿，正好多准备一些物资，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回到仓库整理好装备，第2天出发猎杀神明。我穿上防冻服，背着硕大的背包出门。我搭乘公交抵达38324号出口，外面断壁残垣，风沙漫天，一派荒芜景象。跟着李天明往安全区外深处走了10多公里后，我掏出杀虫名片放在地上，等待神明仆从靠近。半小时后，一只半人高的畸变甲莲猛然扑来，这东西长得像变异蟑螂，十分诡异。我趁它伸出掌边攻击，视线短暂双头间隙，纵身跃起，将猎神匕首狠狠扎进他的脑袋。墨绿色的汁液溅了我一身，李天明忍不住夸我身手厉害。我趁李天明不注意，斩下畸变甲莲的小腿，啃食血肉，体内力量飞速上涨。刚休息没多久，一大片长毒蠕虫蜂拥而至，我挥动匕首砍杀，一边杀戮一边吸食之液，杀到正酣时，浑身骤然一震，体内赤神者序列突破桎梏，直接晋升为3级阴平骑士，属性直接暴涨12倍。我一脚踩下去，地面瞬间凹陷半转身，返程途中遇到不少猎神小队，全都空手而归。看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心里乐开了花。果然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他们的遗憾正是我的收获。200积分，到了积分验收处，一个名叫约翰的序列者拿着200积分，摆起架子装逼，一脸不屑地瞥着众人。我直接将沉甸甸的背包往地上一扔，原片甲哗啦啦散落一地，铺满一片，全场瞬间炸开了锅。约翰跳着脚指责我偷分，我冷笑着回怼：气息检测、测谎、记忆测试，随便来。验收人员足足核对了2个小时，最终确认总积分800，双倍计算后就是1600积分，能兑换80万铜币。我笑得合不拢嘴，约翰气得暴跳如雷，当场约我去战斗擂台，赌注是一把稀有盲刀。李天明悄悄凑过来提醒我，擂台环境私密，生死自负。我眼睛一亮，当即应允，既能杀人，又能拿宝贝，干！消息传开后，整个安全区的序列者都赶来凑热闹。管理人员话音刚落，我和约翰就出现了。约翰是2级魅影刺客，一开战就开启生死一线技能，可我有12倍属性加持，
他连我的影子都不在看。我瞅准时机，反手一拳狠狠砸在他脑袋上，他当场没了气息。我捡起地上的芒刀，走出擂台。众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回到学校，我去图书馆找朱老师，直接掏出3枚金币递给他，让他安心治病。就在这时，奥洛夫就带着钱问道和李天明找了过来，询问我杀死约翰的事情。钱问道是自己人，李天明主动甩锅，说我性格暴躁，容易冲动。奥洛夫仍不死心，单独把我留下，突然点破我杀了刘大志，还说我的真实序列根本不是魅影刺客，要带我去做2次测试。瞬间警觉，察觉到奥洛夫不对劲。联合政府明文规定，序列身份仅测试1次，你连这都不知道，看来你根本不是本地人。说，真正的奥洛夫在哪儿？奥洛夫脸色骤变，慌忙转移话题，扯了几句你的序列是人类希望的空话，就匆匆离去。第2天上学，我听闻李静雯全家遇害，只有他下落不明。我第一时间联想到温书，径直奔向图书馆。见到温书后，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温书便坦白了一切。是我干的，他企图害我，我杀他全家，理所当然。我当场愣住，这姑娘的深藏不露竟比我还要离谱。我不再继续追问，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刚准备离开时，一个7、8岁大的小丫头哭哭啼啼地跑了进来。朱老师在医院被人殴打，身上的钱财也被抢走了。听到我猛地冲进医院病房，只见浑身是血的朱老师正被一群壮汉团团围住。我怒不可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挥出一斧便将领头的壮汉轰飞出去，当场毙命。剩下的壮汉吓得魂飞魄散，连连后退。我厉声逼着医生立刻抢救朱老师，转头一看，才发现这群人的主事者竟是周兴的亲哥周哲。周哲瞬间面如死灰，扑通一声跪地连连求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我一命！敢动我恩师，今天就算周兴来了，也救不了你。我杀心彻底燃起，拳头起落间将剩下的壮汉一一解决，还从他们身上搜回了之前给朱老师治病的3枚银币。我主动给序列管理局打电话自首，说明是为了保护恩师才动手，杀了7个普通人。管理局念及我是序列者，只轻罚我半年内攒够14积分，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安顿好朱老师后，我回到校长办公室，还没缓过神，奥洛夫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说周阳妈妈还有女警罗伊莲娜都被人杀了。我当场就懵了，这他妈到底是谁干的？连警察都敢杀，简直是疯了！奥洛夫怀疑是我下的手，但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他只好警告不要再惹事。没过几天，李天明突然得知罗伊莲娜就是欺诈，但现在已经死了。李天明当场暴怒，对着我嘶吼着决裂，让我滚出办公室。早就知道罗伊莲娜是欺诈者，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耍我玩是吧？给我滚出去！没了李天明当保险人，我只好自己带上杀虫鳞片，从89757号安全区出口出去猎杀神明。可等来的不是杀虫仆从，而是上千只铁盔鼠藻。这玩意儿性价比极低，杀10几只才给1积分，鳞甲还硬得离谱。我开启暴力技能杀了上千只，可鼠藻仍源源不断，还把我的退路彻底堵死。这群破玩意儿没完没了了是吧？我瞬间反应过来，这群鼠藻肯定有首脑指挥，必须先除掉首领。我冲破鼠藻群往后排冲，一芒刀砍在一只鼠藻身上，竟被直接弹开。我立马锁定这只硬得反常的鼠藻，一脚把它踹翻，紧接着一刀将它的脑袋刺穿，直接结果它。我盯着铁盔鼠藻王的原片甲，上面跟年轮似的圈数，直接给我看傻了。300积分，这下赚翻了，值了！我趁着暴力技能还没结束，赶紧挥刀清场，可技能一消失，我的身体直接宕机，沉重的跟灌了铅一样，连动一下都费劲。没了首脑指挥，剩下的铁盔鼠藻一窝蜂跑回了废墟，我也懒得追。我蹲在地上扒开鼠藻的壳想吃肉，结果拳头大的鼠藻扒完壳只剩丁点肉，吃了之后实力半点没提升，吞鳞片的时候还把喉咙划得冒血。这破玩意儿真是亏到姥姥家了。清点原片甲时发现2000多只普通鼠藻才出了266个，加上鼠藻王的185个，一共451积分。我背着装满原片甲的包往安全区走，身后竟跟着一大群序列者，全是来看我这个单人猎神的狠人。到了38324号出口，排队的人一看见我，立马主动喊我插队。我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干脆拎着包直接走到前面去验收。上次刁难我的管理员见我包里全是铁盔鼠藻的原片甲，脸都白了，当场恭恭敬敬地喊我大佬。管理员数完积分，我打开弑神营地查看自己的猎神积分排名，居然排在18万多名，排行榜前面的到底都是什么怪物？验收完积分，我刚转身就被一群人围了上来，有开旅店的，还有开饭店的，都生怕错过收购原片甲，错过我这个大客户。第2天一早，我前往序列管理局领取了积分奖励，451积分换了45瓶魔药。管理局的人看我跟看财神爷似的。秦思阳，你这积分来的也太快了吧！实力在这儿，没办法。回到仓库，我将序列魔药锁进箱子收好之后，
便上床准备再睡一会儿。忽然，我听到仓库房顶上传来嘶嘶的声音，房顶被烫出一个窟窿，毒藤和黑烟一个劲的往下灌。我立马反应过来，这是有序列者想抢我的魔药，敢来抢我的魔药，找死！我迅速拿着猎神匕首和芒刀往门口跑去。房顶上2个黑衣蒙面人还在融化我的铁皮屋顶。我开启暴力技能，直接跳上房顶，一脚踢晕一个，一边腿扫翻另一个，拎着他俩就扔回地上。我伪造好他们内斗互杀的现场，给管理局打电话报案。不一会儿，钱文道和奥洛夫匆忙赶来，奥洛夫一眼就看穿我伪造的现场，当即决定要抓我回去审问。另一边，钱文道查出了2人是通缉犯，我干脆直接承认是我杀了他们，不仅没被追责，还额外领了98积分的悬赏。就在我得意之余，钱文道突然凑到我身边，小声的告诉我周星是欺诈者。得知这条消息的我，立马跑去学校，冲进校长办公室。李天明歪坐在折叠床上发呆，脸色阴沉。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不要再见了吗？周星是欺诈者。什么？李天明穿好衣服，兴奋地拉着我就准备去找周星。走，跟我去猎杀周星！我一下子就懵了。平日里极为谨慎的李天明，竟突然变得如此激进。你疯了！周星是教育处长，杀了他简直是要翻天！怕什么？杀了他，既能洗我罪名，又能永绝后患。李天明硬要拉着我一起干，我答应了李天明。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求李天明先带我去安全区深处猎杀中型神明。与李天明商量完后，我想到朱老师昨天刚刚出院，便准备去图书馆看望。我来到图书馆，然而朱老师并不在，只有温叔一个人靠在窗边做着习题。我在温叔身旁坐下，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询问周阳和罗伊莲娜遇害的事。没想到温叔却主动开口，向我坦白了一切。是我杀的。我瞪大了双眼，心中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对眼前这个反差感十足的女孩生出了一丝兴趣。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比较难讲。你要是感兴趣，可以查一本《普通人杀序列者的100种方法》，第7种、第15种和第82种结合起来，就是我杀他的方式了。我听得一脸茫然，支支吾吾了半天，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你为什么要杀周阳？因为我喜欢你。我心头猛地一颤，没料到向来沉闷的温大校花竟会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想骗我，总得编一个靠谱点的理由吧。温叔又平静地跟我解释说，周阳当晚就要觉醒序列了，要是不提前杀了他，以后肯定会给我惹来大麻烦。我能预知别人序列觉醒的时间，这是我的秘密，你不要告诉其他人，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也说出去。好，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就是莫名觉得你比较亲切吧。温叔不再多言，又低下头继续刷题。我心里瞬间明白，这姑娘和我一样，都藏着天大的秘密，互相兜底，才能长久相处下去。第二天，我和李天明穿着防冻服往安全区外深处走，越往前走越荒凉，连小型神明都没见到几只。李天明说再往前就是未知领域了，劝我别冒进。不能再走了，万一遇到大家伙，我们就完了。我正犹豫要不要回头，突然一只数层楼高的鬼面鹿从漆黑的星空里俯冲而下，李天明当场就骂娘了，直接爆发全部序列程度，召唤出猎犬撕咬鬼面鹿的翅膀，还咬破手指，将鲜血抹在萨满面具上，召唤出巨龙缠住鬼面鹿，最后开启大范围地缚技能，把这只大鸟死死。秦思阳，你他妈赶紧出来！我最多撑5分钟。这破鸟敢吞我，我拆了你的5脏6腑！我被困在鬼面鹿的肚子里，周围全是粘稠的酸液，防冻服都快被腐蚀穿了，还突然蹦出一群长腿蜥蜴围攻我。这鸟肚子里居然还养着鱼！我砍死你们！我挥刀砍杀蜥蜴，却发现鬼面鹿的肉壁恢复力逆天，一刀砍下去后3秒就愈合了。不愧是中型神明，酸液的腐蚀越来越严重，我的脚踝都开始发烫。该死的酸液，再出不去，老子就交代在这儿了。我突然灵光一闪，这些蜥鱼能在酸液里存活，说不定能克制肉壁的恢复力。我抓着一只蜥鱼往肉壁上猛砸，果然肉壁的愈合速度变慢了。我沿着伤口不断猛烈击打，终于开辟出一条通道，径直抵达鬼面鹿的体内。我朝着他的心脏位置冲过去，一拳便将其心脏击穿。这只大鸟当场毙命。我忍着剧痛砸开鬼面鹿的肚子，爬了出来，瞥见李天明身上浮现的猩红正纹，才发现这老东西的序列等级根本不止3级。趁李天明没注意，我偷偷啃了2口鬼面鹿的心脏，当场就触发了晋升。
序列4饰演领主，还觉醒了瞬移技能限域，这下赚大了。享誉能让我在20米内的空旷处自由瞬移。我装作精疲力竭的样子，露出脚踝的伤口给李天明看。李天明懒得深究，让我赶紧割下圆片甲，准备返程。我和李天明回到38324号安全区出口，众人一看见我浑身是血、衣衫褴褛的样子，都自动让出一条路。现在的我就是这出口的杀神。来到验分处，验收员仪器一照，显示420积分，围观的人直接炸了。能猎杀中型神明的人实力绝对顶尖。我登录论坛，再次查看自己的积分排名，3650分，位列14万多名。这样的结果让我很不满意。李天明说，大学和军方有大规模猎神任务，积分来得又快又多，咱们这破区域靠单打独斗根本比不过人家。第2天醒来，我脚踝的伤居然全好了，食神者序列的恢复力居然比鬼面鹿还猛。我去了管理局领取奖励，这才知道钱问道已经升为了主任。市长陈忠明为了拉拢钱问道，直接破格提拔了他。钱问道把魔药和卖残骸的钱递给我，说他的办公室很安全，让我放心待着。回到学校后，李天明拍着桌子说，今天就动手杀周星，这老东西终于按耐不住了。我已经等不及了，今天就送他上路。好，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绝不能留后患。计划十分简单，我和李天明埋伏在周星上班必经的小路上，李天明施展地缚将周星控制住，我则一刀将其斩首。他拿着头颅去探查记忆，我负责处理尸体，最后前往安全区出口参与猎神行动，以掩人耳目。一定要隐秘。准备好一切后，我和李天明穿上防冻服，喷洒了迷踪药水，在小巷中狂奔。抵达埋伏地点后，等了1个小时，周星终于现身。周星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李天明的地缚牢牢控制。我手起刀落斩下了周星的头颅，李天明迅速装起头颅逃离现场，我则着手处理尸体并喷洒药水。2小时后我们会合，我洗了澡换了衣服，李天明问我尸体是如何处理的，我回答说扔到了废弃矿坑，我用巨石封住了坑口，绝对安全。李天明表示要将头颅交给朋友探查记忆，我懒得关心这些，只盼着能赶紧参与猎神行动，洗脱杀人的嫌疑。我俩朝着安全区的深处进发，李天明提议行动要更加激进些，反正我们实力足够。走了3个多小时，行程70-80公里，连中型神明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李天明突然停下脚步，来到一个坑洞前，称这里有一个新挖掘的中型神明洞穴。我兴奋蹲在坑洞前，不断张望，寻找神明的影子。在哪儿呢，老李？快把他从洞穴里逼出来！我正打算回头询问李天明该如何上，李天明却猛地直接一脚将我踹了下去。我在洞里滑了许久，屁股都磨破了2个洞。落地后一看，这洞穴足有7-8层楼高，墙壁上布满了荧光蓝点。李天明随后也下来了，屁股底下垫着藤蔓，防冻服完好无损。我当场气得暴跳如雷：“你个老混蛋，故意的是吧？”我刚要开口大骂，李天明脸色陡然一变，问我有几条命。说完便想逃跑，我一把将他拽住，转头望去，只见一只体型巨大的恶命章鱼正缓缓爬过来。恶命章鱼是智慧型神明，智商远超绝大多数中型神明，甚至还能与人类交流。更离谱的是，他受诅咒，只能通过赌命的方式来决定胜负，一旦被攻击就会复制自身，赢了便杀人，输了则任人宰割。我当场心态崩溃，拉着李天明想要进行车轮战，李天明却说恶命章鱼只挑选1个人进行赌命，输了所有人都得死，而且他选中了我。他已经连赢20次，胜率依旧开，你只有1成机会。1成？这破恶命章鱼玩阴的，凭什么非要选我？我骂骂咧咧的跟着恶命章鱼来到3个石堆前，他触手封住了李天明的嘴，不让他干扰。我凑近查看，石堆全被粘液封住，既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也听不到任何声响，只能盲目选择。然而李天明被触手缠住时，竟然感受到了恶命章鱼体内的脉搏，他用眼神警示我看恶命章鱼的身上。我瞬间明白，当场戳穿恶命章鱼的诡计。
别装了，你的心脏根本不在石堆里，而是在你的身上。恶命章鱼突然慌了神，撕开脑袋取出心脏，裹进2个触手球里，将选择改成了2选1。我靠，还来？玩不起是吧？正当我发愁不知如何选择时，突然想起了新技能响域，借助瞬移能够探测球体内部是否为空。我借口检查恶命章鱼的脑袋，趁他没留意，对着其中一个触手球发动了响域。技能施展失败，这表明里面并不空旷，恶命章鱼的心脏就在这里。我当即指认出来，恶命章鱼还试图抵赖，结果被诅咒控制，松开了触手，露出了心脏。游戏到此结束。我手起刀落，一刀划开了恶命章鱼的心脏。恶命章鱼张口。李天明挣脱了触手，呕吐了好半天。我割下原片甲，足有2个巴掌大小，上面全是三角形的纹路。这一收获让积分瞬间大幅增长。我偷偷地啃了2口恶命章鱼的心脏，那味道实在难吃，而且丝毫没有让我的能力得到提升。我和李天明花了2个小时才爬出深坑，我们俩都用尽了全力，精疲力竭。再次见到星空时，差点喜极而泣。我望着飘荡的神明，咧嘴露出了笑容。活着真好。我和李天明浑身沾满了恶命章鱼的粘液，臭气熏天，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38324号安全区。路上我们顺手宰杀了几只铁盔鼠藻，却没有任何收获。上次你连人家王都端了，还想着捡漏呢？捡漏怎么了？蚊子再小也是肉。刚到安全区附近，那股恶臭瞬间在街道上扩散开来，路人纷纷喊道：“这2人也太臭了，是从屎坑里爬出来的吗？”我径直朝着验收台走去，所有人都自动让开了路。只有一个寸头中年男子挡住了我的去路。男子自称弗莱特，是38324号安全区积分排名第4的猎神者。排名第4，很厉害吗？弗莱特恼羞成怒，说我半个月获得1600积分是作弊行为，要和我上擂台赌3瓶序列魔药。我直接抽出盲刀，弗莱特立马认怂。约翰的盲刀，你是怎么拿到的？我不禁乐了，让验收员给弗莱特科普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这傻子不会还活在半个月前吧？弗莱特刚被验收员拉走，又来个梳着脏辫的男子史蒂夫，他积分排名第3，叫嚷着说我2500积分就如此高傲，要和我赌5瓶魔药。得，又来一个傻子。这时弗莱特立马过来赔罪，还帮我劝说史蒂夫。史蒂夫刚被劝走，砰的一声，我的背包被踹飞了。这人是郭云强，积分排名第2，上来骂我作弊，要和我赌序列武器。结果史蒂夫冲过来90度鞠躬，拉着郭云强就开始科普。没2分钟，郭云强就跪下来，把包递给我，喊我情哥。唉，今天简直就是傻子们的团建日。我懒得搭理他们，掏出恶命章鱼的原片，表明是单人猎杀的。验收员都惊呆了，仪器一照显示1228分，翻倍就是2464分。郭云强他们3人当场开始讨好我，喊我是38324号安全区的神。我用胳膊肘得意的顶了顶李天明。兄弟们，羡慕你给我当辅助吧。少臭美！要不是我给你提示，你能这么顺利？回到学校洗完澡后，我躺在床上查看弑神营地的积分情况。我积分6114，排名11万多。我骂骂咧咧地说，里面全是刷分的人。刚睡着，钱问道就打电话过来，说我被举报了，州政府要进行严查。敢举报我，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我立刻去找李天明，我俩猜测可能是恶命章鱼这件事动了谁的利益。刚聊了2句，奥洛夫打电话说要帮我直接挂掉了电话。没有代价的好事，全都是谢谢。州教育厅来电话了，车已经到学校门口，压着我俩就去州政府。路上我和李天明睡了一路，到地方一看，是一座3层的西式大楼，会议室里坐满了大人物，连陈市长都坐在末席。刚一进门，一个官员就喊我受审，我当场火冒3丈。受审？还没定罪就敢给我扣帽子？把管理局的定罪文件拿来！那官员慌了神，州长乔纳森想和稀泥，我不依不饶。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诬陷我就告到联合政府去。这时，一位金发教授说，恶命章鱼积分超过800就是造假，还拿出论文作为证据。金发青年是南荣大学的讲师弗伦萨，我瞬间反应过来，弗伦萨就是那个举报者。我喊李天明过来看，李天明一报名字，弗伦萨吓得站了起来。原来是中荣大学的李教授，误会，都是误会。李天明审阅完论文后，发现论文模型还是他设计的，而弗伦萨却在瞎套用。李天明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说我杀的是有22只触手的高智商恶命章鱼，让他们发表新论文，把我的名字排在第3位。
我顺便给在座的所有人都挂了名，乔纳森都乐开了花，当场表示要办庆功宴。回到学校，李天明说查到当初陷害他的人是李天明的前妻叶红青。李天明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叶红青，叶红青，你为什么要害我？10分钟后，李天明挂掉了电话，突然恳求我帮忙。等我洗清罪名，一定要杀了叶红青。好，我帮你。我去教室，全班同学都对我避之不及，一半的人都请了病假，就连班主任都躲着我，只有温书像往常一样和我交谈。一群胆小鬼，躲就躲，我还不稀罕搭理他们。几天后，弗伦萨突然派车来接我，说要商量下有关新论文的细节。那是从第10州调配来的火车，一路上车内堆满零食，开了3天才抵达弗伦萨所在的第7区。一进入第7区，我瞬间惊呆了，防空玻璃在灯光的映照下亮如白昼，那里有树木，也有餐馆，一切都和末世前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第7区，简直像另一个世界。进入南荣大学序列研究院后，弗伦萨向我赔罪，说要给我一件1级猎神道具青纹护甲，还赠送一部序列专用手机。这部手机扫描神明就能识别其种类，并且附带全面的资料。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靠李天明那个老东西当说明书了。弗伦萨查看我的资料时，直接就懵了。我从第一次参与猎神行动，仅1周就斩获了6114积分，在特招的学生中，积分比我高的也就1-2000人。你这到底是在进货还是在猎神？当然是猎神，只要实力够强，积分自然来得快。弗伦萨见我如此厉害，便想让我帮忙猎杀用于研究的神明组织，并承诺会给予我丰厚的报酬。我当即决定先休息一晚，明天就前往第7区出口猎杀神明。在弗伦萨的安排下，我入住了南荣大学招待所，这是一间20平的独立居室。弗伦萨给我留了晚饭，我打开一看，醋溜土豆丝、烧鸡、梅菜扣肉，全都是末世前的常见食物。我一边吃一边发誓，为了能吃上像样的饭，我一定要特招进区号靠前的大学。第2天，我将青纹护甲穿戴在防冻服内，前往序号最小的207号出口。抵达出口，我直接看呆了，平台比足球场还要大，挤了2-3000人，旁边居然还有洗脚区、按摩区、嗨吧、中西结合，一应俱全。出了安全区后，我随手抓了一只鸭鼠，用手机一扫就得出了资料，这东西才2积分，还带有研究奖励。又过来一只蛇身毒蛛，我一脚劈断它的腰，扫描后发现它的獠牙也有奖励。我靠，38324号的神明残骸都扔垃圾桶，这儿怎么连獠牙都当宝贝收？我一路前行，一路杀戮，3个小时刷了30多积分。周围的小队看到我一脚踹死毒蛛，直接称我为序列5级大佬。我越走越远，到了离安全区100公里外的地方，突然看到一片遮天蔽日的巨藤，用手机一扫，献祭巨藤竟然是大型神明。资料显示，巨藤是因为被偷走了藤蔓之心才变得狂暴的，但底下却写着捡到藤蔓之心有超级奖励。我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疯癫少年大喊：“藤蔓之心是我的！”他被巨藤追得狼狈逃窜，这可真是来的正好。我直接开启享誉准备打劫，少年却想把我当替死鬼，用序列能力改变地貌困住我，还嘲讽我跑不过他。蠢货，乖乖给我挡巨藤吧！你要是能跑过我，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出安全区。我开启享誉瞬移，2秒就追上了少年，一刀划开他的背包，抢出了那颗翠绿发光的藤蔓之心。少年还嘴硬叫嚣，我一脚踹过去，他居然化成了沙尘。居然是替身技能，你小子的序列有点名堂啊！我怕被巨藤波及，赶紧往回跑。少年被巨藤追得一路掉落人片，脸都绿了。我忍不住嘲讽地笑出了声。到了安全区出口，我刚要离开，疯癫少年突然指着我大喊：“就是他！他抢了我的藤蔓之心！”全平台的人疯了似的冲过来，我被引鬼控制，动弹不得。危急关头，我奋力掰断自己的食指，把血滴在藤蔓之心上。众人看到藤蔓之心有血纹，知道已经认准，杀我也没用，只能干瞪眼。我力竭栽倒。弗伦萨得知我捡到了藤蔓之心，直接疯了，让助手劳德诺赶紧把我和藤蔓之心带回实验室。我昏睡了1天，醒来发现手指已经被接好。一名头顶银色卷发、戴着厚重镜片的长者和弗伦萨围在床边。长者名叫哈里森，是弗伦萨的导师。哈里森想让我交出藤蔓之心做研究，还拿管理局威胁我。秦同学，交出藤蔓之心是为了研究，别逼我们动用管理局的力量。少拿管理局吓我，要谈让李天明来。我返回14121号区域，推开李天明的办公室门，只见室内烟雾弥漫，烟灰缸里满是烟头。李天明面容憔悴，前问道更是变化巨大，仿佛经历了抽脂一般。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几天不见瘦成这副鬼样子，还不是因为你那破藤蔓之心，天天接电话接到手软，我都快熬死。我赶忙道歉，并承诺事情办成后分给他们魔药。接着，我又与2人一同商议起藤蔓之心的相关事宜。我提议举办一场竞价会议，然而他俩立刻否决了这个提议。不行，研究人员绝不能得罪。没错，这些人藏得极深，真惹毛了，联合政府都得让3分。前问道表示，当年研究人员曾组织过一场暴动，迫使联合政府放弃逼问研究成果。由此可见，研究人员才是真正的权威。经过半小时的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藤蔓之心分成4份，联合政府、我将来的大学、李天明、我自己各一份。
这样一来，既不会得罪研究队的权威，又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又拉着李天明绑定，我去哪做特招学生，他就去哪任教，强强联合。李天明当即点头同意。我们又决定在2月26日召开会议，我只负责镇场，李天明担任发言人，钱问道主持会议。会议当天，4荣5镇、3星5德的大佬们都来了，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万众瞩目。10点整，钱问道开场，直接爆出我的战绩。秦思阳1月觉醒序列能力魅影刺客，4次猎神获得6114积分，全场瞬间沸腾，顶尖大学都将目光投向了我这个前列男子。介绍李天明时，只用了一句曾在某大学任教授，现居安学校长。众人的热情瞬间推向了顶点。我见时机成熟，直接提出诉求，要免试特权，还要制定特权的特权。场下顿时鸦雀无声，其他校长都不敢接招，只有南荣校长赵龙飞笑了。赵龙飞答应1个月1次定制特权，但必须保持新生猎神积分第一，而且特权不能违本，不能伤风败俗，不能害教职工。我故意装作犹豫，逼赵龙飞加价。赵龙飞直接大出血，给我南荣东招待所第10层的使用权。我当场喜笑颜开，这才宣布选择男人。第二天一早，我和李天明准备去猎神刷积分。李天明推荐去第9区找张狂，那是他老搭档，绝对靠谱。我俩出发去第9区，乔纳森派专车相会。路上我才知道，李天明把学校交给了朱老师，朱老师靠着我救他的名声，全校没人敢不服。我和李天明来到第9区的213号安全区出口，张狂给我们安排了住宿。收拾完一切，我和李天明深入荒野，一路斩杀小型神明刷积分。我嫌积分涨得太慢，还想往深处寻找中型神明。李天明急眼了：你疯了！再往前就是大型神明的地盘，我是保险人，不是殉葬人。大型神明至今还没有被猎杀的记录，我虽有不甘，但也只好作罢。行吧行吧，不往前了，真没意思。正准备和李天明返程，我突然撞见一颗血蝾螈的骷髅头，李天明瞬间眼冒绿光。赤红结晶的信号，赤红结晶可比藤蔓之心还稀有100倍。我和李天明在骷髅头不远处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土坑，坑内积满了浑浊的水和淤泥，一朵直径达10米的积水海棠正静静地绽放在土坑中央。李天明告诉我，地缚只能困住积水海棠10秒，我必须在积水海棠分泌腐蚀液前杀了血蝾螈，否则血蝾螈体内的赤红结晶就会变成普通石头。我找了个适合入水的角度，握紧萌刀，准备冲进去拿下这绝世宝贝。3、2、1，冲！赤红结晶，我来啦！我像炮弹一样砸进积水海棠中，李天明立刻发动地缚技能，海棠花疯狂收缩扭动，却被死死禁锢住，动弹不得。我盯着2米长的血蝾螈疯狂追赶，这玩意游得飞快，还不停释放毒液，腐蚀得我的亲文父子滋滋作响。这瞎玩意儿跑得倒快，还敢放毒！我接连扔出芒刀，却全被他躲开，这才反应过来，血蝾螈是瞎子，靠感知动静躲避攻击。还有5秒、4秒、3秒！李天明在海棠上方大喊倒计时，催促我尽快解决。我急中生智，拨动周围花蕊制造声响，声东击西，趁他不备，一把揪住其躯干，以手狠狠扎进他后面。我刚要纵身跳出海棠，却被一只冰冷的手猛地拽回来。小子，你的赤红结晶归我了！老子的东西也敢抢，找死！那中年男人一直潜伏在水中，靠空气屏障隔绝腐蚀性液体。趁我猎杀血蝾螈后，坐收渔翁之利。我的亲文护甲被腐蚀出一个个破洞，水下憋闷得快要断气。我索性径直扑上去，紧紧贴在他的空气屏障上，大口呼吸，趁机蓄力反击。紧接着反手一刀，狠狠捅进他的腹腔，顺手抢夺了他的背包。我立刻发动响域技能瞬移逃生。我在漆黑的地下隧道中艰难爬行，暴力技能早已支撑到极限，浑身酸痛无力。终于，前方洞口透来微弱亮光，可李天明却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我只能狠心打晕自己，陷入深度沉睡，以快速恢复体力。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醒来，光着屁股在荒野中迷失了方向。就在我绝望之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竟是赵四方。赵四方乃是赵文飞的侄子，年仅18岁，脸上却长着浓密的络腮胡，模样十分老成。一路上，赵四方不停地跟我吐槽，说我搅乱了特招秩序，还告知我一个离谱的消息：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在了213号出口，安全区内正为我的赤红结晶争得头破血流。4荣5镇、联合政府、教会、军方等各方势力全都掺和进来，还为我举办了一场超豪华的葬礼，灵堂的气派程度比联合政府首脑的葬礼还要盛大。啥？给我办葬礼？这是要瓜分我的家产是吧？我悄悄将身上的血迹涂抹在背包里的这一批赤红结晶上，伪装成刚夺回的模样，随后跟着赵四方返回了安全区。一进入213号出口，我便傻了眼，整个安全区的大佬们齐聚一堂，正对着我的灵位哭丧。灵牌足有3米高，供桌上的贡品全是我从未尝过的珍馐美馔，奢华的惊人。人群中，李天明独自站在一旁，眉眼间满是落寞，只有他的难过是发自内心的。我光着屁股大步走到灵堂前，全场瞬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满脸震惊。我拿起供桌上属于自己的赤红结晶，当场宣布要进行滴血认主，掌控结晶归属。就在这时，一个身着制服的人站了出来，厉声指责我：林思阳，你接受了联合政府的资助，这赤红结晶必须上交，由各方势力共同分配。你是谁？我是交予部部长肖志刚。哦，肖部长这是要代表联合政府抢序列能力者的战利品吗？我的话音刚落，全场大佬竟都站在我这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肖志刚。肖志刚被对得面红耳赤，灰溜溜的跑掉。我将那一颗赤红结晶的认主权递给了李天明，直言李天明是我唯一的知己。说着，我便一刀扎出李天明的手掌，让他当场滴血认主。全场大佬都惊得愣住了。赵龙飞兴奋地把特权条件放宽到了年级前3。李天明和赵龙飞去谈分配，我拉着赵四方单聊。
这小子看过我一杯包赤红结晶，还能守口如瓶，又是他带我回的安全区，我当即决定把招待所的一间房送给他。赵四方高兴的当场认我当大哥，还偷偷向我透露了赵家的秘密。赵家是安全区黑市的霸主，赵龙飞就是靠经营黑市发的家。原来赵家是黑市大佬，抱上赵四方这条大腿，以后我就在南荣大学横着走。之后几天里，李天明忙着处理赤红结晶的后续事宜，没空再担任我的保险人，我便打算先去购置新的护甲和盲刀，补齐装备。张狂主动提出带我前往赵家的黑市，黑市藏在建筑工地内，笼罩的逆行光照能保障交易双方的匿名性。我跟着张狂走进黑市的逆行光照内，一位穿西装的收费员凑上来，便索要1人10银币的入场费。张狂直接喊我一起付。什么？凭啥让我付？你拿我当冤大头是吧？张狂装穷摆烂，说陪我来当参谋，没道理自己掏钱。我气得直咬牙，忍疼付了20银币。黑市里没人叫卖，只安静交易。我逛了1小时，看中了2阶猎神道具、红丝护甲和短锋匕首，就他们了。买！卖家先要验资，我自信亮出账户，却被对方怒骂滚蛋，穷鬼！张狂告诉我2阶猎神道具至少值1枚金币，我那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我直接破了匿名规矩，报出真名。我叫秦思阳，给你的老板打电话，我跟他谈。黑市女主管立马冲过来要砍人，我拨通赵四方的电话，3言2语让赵四方找他爹通融。赵四方秒回说他爹和二叔都在，立马安排妥当。女主管瞬间变，把我们请进豪华休息室等着。我在休息室跟张狂扯皮，说要用赤红结晶、藤蔓之心的合作全换装备，还放话大不了撕了南荣特招协议去东荣。没等多久，女主管捧着2件2阶猎神道具进来，说赵家直接买下转赠给我。张狂都看傻了，骂我是真不要脸。我拆开装备说明书，直接狂喜。红丝护甲能抗200度高温，防强酸强碱，还能过滤大部分神明毒素。短锋匕首嵌了翠蓝海风石，划伤麻痹3分钟，插中直接定身。这俩是2阶顶流装备，还是西戎锻造大师钟鼎明的作品。赵家这是在你身上下死注了。休整1天后，我揣着满配装备，准备单刷猎神积分，冲年级前3。刚要出发，赵四方打来电话，说他大舅哥想见我交朋友，还打算送我2阶猎神道具当见面礼。我前1秒还说不随便交易，后1秒直接变脸答应。送2阶道具，这大舅哥能处？我赶到约定的接头点，赵四方和一个帅得炸天的少年早就在等了。这少年就是赵四方的大舅哥顾云鹏。我第一眼觉得顾云鹏是中看不中用的纨绔，结果赵四方一报身份，我直接傻了。3万多猎神积分，排南荣特招第3。还住我楼下。顾云鹏掏出一双2阶仙宫之靴当见面礼，说想要和我一起猎杀神灵。我接过靴子，立马答应下来。大舅哥你太客气了，只要我秦思阳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肯定不皱眉头。我想要点赤红结晶。滚！你刚还说上刀山下火海都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行，要宝贝绝对不行。顾云鹏没辙，只好跟我解释说，仙宫之靴能抗寒热腐蚀，提速引脚不少。我美滋滋穿上，带着他俩往猎区走。一路上，我脚踢即便小怪89分，顾云鹏全程观察我，还质疑我没带保险人就敢深入。想要宝物，就得活上性命。我话音刚落，3只中型神明鬼面鹿忽然俯冲而来，我赶紧引走1只，让他俩分1只，剩下1只干瞪眼。我有2阶短锋匕首和洗衣技能，20秒就单刷干掉1只。转头却发现赵四方和顾云鹏已经不见了。这俩货要是死了，赵家顾家能扒了我的皮。我抓着西鱼，开启享誉，一边追一边朝着鬼面鹿大喊：“傻鸟，快来吃你爷爷！”我反反被另一只没有吃到人的鬼面鹿吞了3回，忍无可忍下，我直接宰了这只捣乱的，这才被最后一只鬼面鹿吞下。一进到肚子，只见到赵四方和顾云鹏抱在一起，束手无策。我都宰2只了，你俩联手1只都搞不定。我掏出西鱼说能救他们出去，但我要独占这只鬼面鹿的积分。他俩感恩戴德，立刻答应。我不停殴打鬼面鹿胃壁，将其打穿后，我一路钻到鬼面鹿的心脏处，就将心脏打穿。没多久，鬼面鹿随着一声闷响，鬼面鹿的尸体落到地面。我躲在鬼面鹿的腹中，啃食着鬼面鹿的肉体。可还没吃一会儿，赵四方就在外面焦急地呼喊我：“平哥，金思阳，3只鬼面窝，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回到安全区后，我直奔管理局去找李天明和钱问道。一查积分，我这次狂揽4676分，总积分直接破万，到10790，还有272瓶魔药和银币到账。正当我还在为离顾云鹏的3万分相差太远而焦虑时，赵四方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顾赵两家准备设宴，以感谢我之前的救命之恩。我嘴上说着兄弟间别见外，挂了电话嘴都笑裂了，救了赵家顾家2位公子，这波人脉直接拉满。不一会儿，赵四方开着越野车来接我，见我还穿红丝护甲，拉着我就去轩轩服装店挑衣服，穿上新休闲装我帅得一批。可是赵四方却泼冷水，说比不过顾云鹏。感觉不如我大舅哥，你能不能有点志气？我跟他比，那是各有千秋。秦哥，骗我可以，别把自己骗了。我气得对了赵四方一路，到了沃伦商会的酒店，大堂经理把我俩领到70层包间。赵龙腾、赵龙飞、
顾云鹏一家4口早等着了。赵龙飞让我喊二叔，赵龙腾更直接，让我管他叫爹。小秦啊，就叫我爹吧。当您儿子太吃亏了，您和校长家风太严，还是跟小赵做兄弟自在。赵龙腾被我哄得开怀大笑，顾家人也彻底接纳了我。我拿出1半鸽子蛋大小的赤红结晶作为贺礼，赵龙腾当场拍板：以后赵家就是你的后路。顾云鹏给我介绍他的妹妹顾云轩时，得知他也跟温书一样，爱看普通人杀序列者的100种方法。我接过书一看，作者笔名叫蛇语，合起来就是书。我靠，原来这本书就是他自己写的，这丫头也太离谱了。回到管理局后，我好奇地询问钱问道关于前2名特招生的猎神积分情况。胡禅，猎神积分53422，南荣特招第2。钱问道又说，胡禅就是当初那个颠覆少年。胡禅蹲了半年的献祭巨藤，才拿到了藤蔓之心，被我半路抢走后，胡禅为了报仇，特意特招进了南荣。原来是他呀，我还怕他不成。那第1是谁？军方子弟，8万多分。我一听直接破防。8万？合着赵龙飞那扒拉头一开始制定特权条件就没打算让我拿到，这老小子也太阴了。这时钱问道又告诉我，我的特招协议被人挂网上了，网友全在讨论，说我是寒门学生的榜样，铁定能卷到南荣第1。哪个混蛋干的？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7万多分的差距，4个月怎么追？我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刷分。我冲进管理局的任务大厅，一口气接下了几10个任务。我换上红丝护甲，准备独自前往213号安全区猎神。临行前，李天明送了我一件4阶猎神道具储物箱，它能容纳整座山的体积，还能缩成魔方大小。猎神的这5天里，我猎杀的全是小神明，连中型神明的影子都没瞧见。这一趟下来，只攒了3000多积分。老天爷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卷到积分榜第1啊？我正愁眉不展，突然一声惊雷炸响，闪电一道接一道劈落。我抬头看见远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末世里这天象少见得很，指定藏着宝贝。我二话不说便冲了过去。来到雷电交织的区域，只见一只白色巨狼趴在地上，周身环绕着闪烁的雷电。我拿出手机一识别，雷霆雪狼，中型神明，能释放范围电击，若有双影。这体型他妈也叫中型？怕不是对中型有什么误解啊？雷霆雪狼每金兑换1积分，这大家伙少说也有8000斤重，单靠我一人就能拿下16000分。我靠，16000分！我的毕业未尝不利。我瞬间热血上冲，抽出腰间的短锋匕首，便紧直冲了上去。我开启暴力状态，避开雷霆雪狼挥来的利爪，却被空气中弥漫的电流定在原地动弹不得。还没等我挣脱电流的束缚，他的另一爪再次猛开而来。我立刻发动响力，闪身跃至半空，狼爪轰然拍下，强劲的雷电瞬间将周遭大地劈得焦飞一片。还好老子有象玉傍身，不然这条命就交代在这儿了。我接连发动响力，一次次试图瞄准雷霆雪狼的双目发起攻击，可雷霆雪狼竟用爪子划过眼前空间，留下一团团电流屏障，刻意保护自己的弱点。这畜生倒还有几分小聪明。我紧握着短锋匕首，目光死死锁定雷霆雪狼。就在我准备继续发起攻击时，雷霆雪狼巨大的爪子裹挟着雷霆之力，狠狠拍下。我迅速反应，发动响域，瞬间出现在雷霆雪狼的侧面，直刺向他的腹部。雷霆雪狼的反应同样迅捷，身体猛然一扭，他的尾巴如钢鞭般朝我抽来。我再次发动瞬间移动避开攻击，可刚显出身形，雷霆雪狼竟像预判到了我的瞬移轨迹，张口喷出一道直径数米的雷电光柱，直朝我射来。我察觉出异样，立刻发动响域，瞬移到他的尾部，这才险险避开致命一击。我尼玛，这傻狗怎么还能吐电磁炮啊？我急中生智，先甩出短锋匕首，扔出猎神匕首，撞偏短锋的轨迹，让它径直扎进了雷霆雪狼的左眼。短锋匕首的麻痹效果瞬间生效，雷霆雪狼轰然倒地，我也摔了个狗啃泥，却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从他的瞎眼钻了进去。我一路挥拳猛轰至心脏，直接打穿了他的心房，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我一头扎进血海中，贪婪的吸食。雷霆雪狼的血液带来的提升比鬼面鹿还要迅猛，如今一拳下去，竟能打出隔山打牛的效果。拳风所至，直接轰出碗口大的窟窿。这力量真是太爽了！就在我得意之时，暴力突然失效，我轰然倒地，浑身疼得直抽搐。我立马拼命啃狼肉来恢复。
啃食了一块狼肉，我又突发奇想，去尝尝内脏的味道。果然，狼下水比狼肉好吃多了。最后我用短锋匕首划开狼脑，一口脑子入腹，提升效果竟比下水和狼肉效果还要好。真他娘的爽啊！以后吃神明尸体先吃脑子。我将狼脑子啃食得一干二净后，直接原地晋升序列5级。我操！这简直就是神迹啊！恢复体力后，我取出储物箱，开始拆解雷霆雪狼的尸体。这畜生看着壮实，实则虚胖的厉害。剥去外皮后，就只剩一副干瘦骨架。最后清点下来，就只值1万多积分。在一处山洞休整一晚后，我打算返回安全区，可刚打开导航，便彻底傻眼。屏幕上数百个光标疯狂闪烁，导航系统直接崩溃了。好家伙，和着跟雷霆雪狼打架时，手机挨电，就只把导航干废了。正当我焦急的四处寻找方向时，4根镰刀似的触角从山顶探出来了，非金属光泽的脑袋，绿油油的腹羽，还有满是粘液的口气，直接对到我眼前。我去，又来个神明！我立马掏手机拍照识别，腐蚀黑无，中型神明，高速移动，甲壳坚硬无比，喷射的腐蚀液10秒就能融3阶护墙，弱点超低温。什么？弱点是超低温？我上哪儿找去啊？我刚吐槽完，腐蚀黑无突然手持身体冲了过来，我只能吞神明残骸，开暴力加响力，打算硬刚破甲。我瞬间闪现到腐蚀黑无的副眼前，手起刀落，短锋匕首扎上去，只划过一排小眼，连眼球都没扎，连眼睛都这么硬，这打个鸡毛！跑！我连忙驱动响域疯狂逃窜，腐蚀黑无被彻底激怒，疯了似的在后紧追，可没追出多远，短锋匕首的麻痹效果骤然触发，腐蚀黑无当即栽倒在地，一动不动。我刚松了口气，头顶的星光却突然被遮蔽，一只巨大的飞蛾正盘旋在半空。他妈的，怎么又来一只？那飞蛾忽然振翅，一股飓风骤然掀起，我立刻催动响域躲避，回头望去，刚才我站立的地方全都变成了冰雕。我慌忙掏出手机拍照识别，青金巨蛾，中型神明，扇动翅膀可掀起超低温飓风，弱点未知，从未被序列能力者成功击杀。啥？连弱点都不知道！我拼尽全力继续奔逃，冰晶巨蛾却已封死前路。刚躲过飓风，眼前突然一凉，那只本该麻痹的腐蚀黑无竟然醒了。2只不同种类的中型神明开始默契的联手围堵我，轮番发动攻击，不断压缩着我的活动范围。就在我被逼入绝境的瞬间，地面骤然剧烈剧烈，疯狂晃动，地底传来火山喷发般的沉闷轰鸣，连冰晶巨蛾与腐蚀黑无都停下手来，慌忙躲到一旁。我脚下的土地轰然崩裂，炽热的熔岩喷涌而出，一只体型比腐蚀黑无和冰晶巨蛾加起来还要庞大的鳄鱼神明从地顶缓缓爬了出来。不是吧？3只中型神明，这次真的要死定了！我赶紧拍照识别这只鳄鱼神明，熔岩鳄，中型神明，实力碾压绝大多数中型神明，全身覆盖熔岩鳞甲，无任何弱点，从未被击杀。无弱点，还没人杀死过，合着我今天是撞神明窝了，一只比一只离谱。更糟的是，我的响域技能已经结束，接下来9分钟都没法瞬移躲避，只能靠肉身硬扛。我集中精力在岩浆碎石间跳跃躲避，还好熔岩鳄体型笨重，我靠着暴力加持，居然把它甩远。我刚看到希望，就被前方的冰晶巨蛾和侧面的腐蚀黑无堵住了路。我跃入空中，左右都是死路、飓风和腐蚀，才一下就废，无处躲闪的我瞬间感到绝望。我放空心神，回想激活序列后的一切。就在我即将认命的瞬间，我余光猛然瞥见旁边一块被熔岩鳄震飞的巨石。赌一把熔岩鳄的弱点，要么生，要么死。我一脚蹬在巨石上，调转方向，朝着熔岩鳄冲了过去。我踩着岩浆里的碎石，无视飞溅的岩浆，直奔熔岩鳄身前。我猜测腹部可能有弱点，冲过去才发现腹部也有鳞甲。我掏出短锋匕首，奋力一跃，只划了一道1-2公分的凹痕。就在我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腹甲靠后有一块裸露的红肉，肿胀着顶出鳞甲，没有任何防护。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儿。熔岩鳄发现危险，拼命转身，可体型笨重，根本追不上我的速度。我纵身一跃，用尽全身力气，把短锋匕首扎进那块裸露的肉里，匕首直接没入。这一击相当有效，麻痹效果触发，熔岩鳄四肢一滑，重重砸进岩浆。我赶紧扒住他的腹甲，避免甩下去被岩浆烫到。紧接着，我又用拳头在熔岩鳄上前，硬生生砸出一个能容纳我全身的空间，钻了进去。熔岩鳄体内温度高的吓人，我连忙掏出雷霆雪狼的肉吞下，发动以石化神，嘴里喷出一道雷光，钻进熔岩鳄体内的肌肉管道里。可雷声过后，熔岩鳄居然没被杀死，麻痹效果消失，它疯狂扭动身体，想把我甩出去。我死死抓住肉壁，硬扛着摇晃。就在我即将脱力之时，我突然摸到护甲上粘着一块东西。腐蚀黑王的眼珠，之前战斗溅在我身上，居然没掉。我硬着头皮把腐蚀黑无眼珠和岩浆渣一起咽下，
喉咙和胃被烫得剧痛，我立刻开以石化神，对着体内的肌肉管道狂喷腐蚀雾气，还堵死缝隙，不让雾气倒灌。熔岩鳄疯狂挣扎了5、6分钟，体内脉搏彻底消失。这只号称无弱点的中型神明被我从内部反杀了。终于死了！我抓了几块熔岩鳄肉，从尸体里跳出来。刚落地，冰晶巨鳄和腐蚀黑无又围了上来。不是吧？这是有多大的仇啊！我绕着熔岩鳄的尸体狂奔，熔岩的高温让冰晶巨鳄不敢靠近，腐蚀黑无又怕冰晶巨鳄的寒气。我趁机拖延时间，等享誉冷却，消化道的烫伤疼得我快晕过去。我立刻重开暴力，红丝护甲都快被烤变形，我只能求他再撑1分钟。就在这时，腐蚀黑无失去耐心扑了上来，眼看我就要被吞掉。享誉终于冷却完毕，我立马吞2块熔岩鳄肉。开启享誉和以石化神，直接瞬移到100米高空，攻守一行了，该我杀了！我连续瞬移逼近冰晶巨鳄，他煽动飓风攻击，我靠着享誉轻松闪避，越靠近飓风范围越小，我直接窜到他上方，对着后背狂喷熔岩鳄的高温岩浆，赤红岩浆冲在冰晶巨鳄身上，冰晶碎裂，水汽蒸腾，这只从未被击杀的稀有神明直接像断翅风筝砸在地上，彻底没了气息。我撕下冰晶巨鳄的肉，含在嘴里，等技能冷却，顺便治好消化道的烫伤。跟腐蚀黑无僵持1个多小时后，技能全部冷却，我主动冲了上去，技能全开。给你机会跑你不跑，现在给我去死吧！我故意装作要放超低温飓风，腐蚀黑无果然吓得疯狂翻滚。我直接瞬移到他头顶，我高举匕首，用尽全身力气猛扎下去，短锋匕首直接捅穿头甲，我双拳猛砸，跟着一头扎进腐蚀黑无的脑浆里，玩命拳打脚踢，直到他彻底死透。我还在鞭尸上签下，这才泄了这口气。爽！3只中型神明全被我杀穿了。我躺在腐蚀黑无的背甲上，看着3具巨型尸体，劫后余生的快感比得到金山银山还爽。接下来就是清点收获。我先拆解腐蚀黑无，接着处理熔岩鳄，最后拆冰晶巨鳄。4只神明整整齐齐装进储物箱里。我看着满箱的极品材料，笑得合不拢嘴。富贵险中求，这波血赚。可高兴没3秒，我突然反应过来，就算杀了4只中型神明，我还是不知道回去的路，而储物箱里的食物只够我撑2周。他娘这出不去，这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打算先吃冰晶巨鳄胃里的残渣垫肚子。剖开他的身体，找到胃袋，一打开直接愣住了。安全区外不是没有植物吗？这胃里的红色树叶是哪来的？我捏着猩红碎叶，立马掏手机拍照识别，结果弹出满满几页信息，给我看懵了。好家伙，这破叶子信息量这么大！我拉到顶部，心跳瞬间飙到顶。泰坦茅草中型神明，高10到25米，无攻击能力，但能吸引中型神明守护。内页是顶级稀有材料，契约方式是往茅草上撒尿。原来之前的中型神明联手搞我，全是因为守着这泰坦茅草。还有，这契约方式也太离谱了吧！我瞬间想通所有事，顺着雷霆雪狼的反方向找，一眼就瞅见凹地里的巨型茅草。我还以为是参天巨草，结果是贴地爬的。起名的怕不是眼瞎，还不如叫巨魔茂草。我摸了摸泰坦茅草的叶面，湿滑柔嫩，怕引来新神明，赶紧钻到外叶下挖土。序列5级的利器，挖地跟玩水似的，半小时挖穿几10米深。我割掉根部原片甲，原片甲一掉，泰坦茅草瞬间枯死，叶子全变色，内叶猩红，中叶明黄，外叶青紫色，一数有21外叶，14中叶，5内叶，全是顶级材料。我操，这是要直接暴富啊！比杀3只中型神明还赚！刚要收茅草，远处传来响动，我以为是新的中型神明，结果是3只畸变甲。我直接上去3脚踹飞。这种级别的原片甲，我现在都懒得捡。什么档次，也敢来抢我的泰坦茅草？我把干瘪的泰坦茅草全塞进储物箱，这玩意儿看着小，却是箱里最金贵的宝贝。我翻遍3只神明的胃，全是泰坦茅草碎片，只能含泪啃1/4的压缩饼干，又钻进茅草根的洞里睡死过去。醒来后，我又继续找出去的路，瞎跑了4天，原地踏步不说，还撞见一具超强序列者的骸骨。这骸骨头骨硬到我捶不动，背包里全是高阶原片甲，积分过万，还有一份遗书，即将南导航失效，饿死在安全区外。我当场破防，这么强的大佬都能饿死，我再找不到路，
你要躺这等死了！我把齐江南的尸骨和背包收好，干粮只剩1周的量。就在我准备孤注一掷时，荒原上窜出个穿紫色护甲的身影，摘头盔一看，居然是李天明。老李啊，你居然来找我了！我激动到说话都抖，可聊了2句，立马察觉不对。真李天明早该骂我没大没小，这货只会有问必答，破绽拉满，我直接抽匕首戒备。别装了，你不是李天明！假李天明还想狡辩，我猛然开启暴力冲了上去。假李天明全程靠幻影躲闪，连还手都不敢。我追了5分钟，发现这躲闪是猎神道具效果，压根不是序列技能。就凭你身上这几件垃圾猎神道具，也想杀我？我瞬间恼怒，吞掉一块神明残骸，开启响谕，瞬移到假李天明的身后，猛然一挥，短锋匕首直接扎穿喉咙，可他流的是黑色胶状血。短锋匕首的麻痹效果居然无效，这货绝对不是正常人。我连补2刀，假李天明虚化躲闪后奄奄一息，死前还挑拨我和老李的关系，说老李有秘密。假李天明咽气后，露出棕发碧眼的真面目。弗伦萨的学生劳德诺，他怎么会假扮老李来搞我？我翻遍劳德诺的身，连手机都没有。我正纳闷时，远处又来一个穿黑护甲的身影，摘头盔还是李天明。我谨慎地看着他。李天明，先验证身份，你偷喝我多少瓶序列魔药？34瓶，真不是偷。34瓶，我打死你个老流氓！我刚要动手，老李用彭万辅助我，开响谕挣脱，闪现来到李天明身后，一刀扎他屁股，结果被4阶护甲弹飞。这才是真李天明，实力暴涨，是因为取回了以前藏的猎神道具。老李说在我手机里装了定位，看我信号消失，直接喊上所有人全出来找我，就我这个迷路仔。你小子是真不怕死啊！居然敢跑到这里来了！大家都在想办法救你，你知道你耽误了多少人的事儿吗？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李天明消气后说，他也遇见假冒我的人，是南荣大学教授李斯特的学生。2个教授的徒子徒孙都想来刺杀我，可我的行踪从来没向外人透露过。我们其中铁定有内鬼。就在我和李天明猜测内鬼时，张狂率先赶回来，他居然遇见3个冒牌货，手被砍到剑骨。我刚验证完张狂的身份，远处又是来一辆轮椅，上面坐着浑身是血的陆道星。陆道星是李天明一手带出来的人，在猎神道具的研究领域，他的天赋甚至比李天明还要高。你们难道又是冒牌？还没等我们开口验证身份，陆道星就晕了过去。李天明见状，发疯似的想要冲上去，张狂死活不让李天明靠近。他又是冒牌货，我一看这局面，主动站出来，毕竟大家是为了找我才涉险，这风险我必须来担。都别吵了，我去。老李，顺便把你这4阶重甲借我穿穿。我套上老李的重甲，走到陆道星身边，结果这货突然睁眼，一把抓住，周围瞬间捅起金属锁链，将我的身体牢牢禁锢。响谕和以石化神全被锁死，只剩暴力能用。抓你当人质，李天明，杀了张狂，我就放了他。那你动手吧。但我可以保证，干掉秦思阳，我一定会为他报仇的。去你的，李天明，我还不想死！就在假陆道星即将痛下杀手的瞬间，一个半球形光罩骤然炸开，束缚着我的力量瞬间消散。我立刻开启响谕，急忙瞬移回到老李身边。与此同时，地面缓缓升起一道身影，正是真正的陆道星。别着急，今天该死只有你这个冒牌货。假陆道星吓得脸色惨白，他属于欺诈者序列，全凭易容术和猎神道具偷袭得手，压根不是真陆道星的对手。我们4人立刻围了上去，李天明发动庇护能力缠住假陆道星的手脚，我们趁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这冒牌货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假扮我身边的人，还想抓我当人质，今天就让你死得透透的！没过多久，假陆道星便彻底断了气。真陆道星说，他之前被假扮成李天明的人偷袭，手机也被抢走，一路追着那冒牌货才赶到这里。我望着眼前的3人，又想起死去的齐江南，忽然明白，想在安全区外活下来，全靠命够硬，还有兄弟兜底。以后我再也不瞎跑迷路了。老李，我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兄弟。行了，我已经联系赵龙飞来接我们了，先出去再说。我们几人聚在荒原上商讨对策，静静等候赵龙飞赶来。一场针对内鬼与幕后黑手的对峙即将拉开序幕，而我手中的泰坦茅草注定要在安全区内掀起惊天巨浪。1小时后，一道身影从空中猛砸下来。赵校长，你终于来了！赵龙飞一落地就精准验证身份，还直接爆出猛料：内鬼就在吴虞和郝亮2人之间。我心里咯噔一下，吴虞和郝亮可是赵龙飞最信任的2位教授，怎么可能会是内鬼？就在我不解之时，荒原上2道身影追杀而来，吴虞追着郝亮狂轰镭射炮，架势要把人炸得粉碎。老赵，吴虞一上来就下死手，他才是内鬼。郝亮是内鬼，他会欺诈者的易容技能，假扮老李偷袭我。2人当场互撕，文质彬彬的郝亮气得连连爆粗，我在旁边大气不敢喘，生怕被波及。赵龙飞直接叫停对峙，要亲自揪出内鬼。吴虞说自己被假老李袭击，可他只得打斗地点，连个坑都没有。
吴教授，你说的打斗深坑，怎么连个痕迹都没了？吴虞当场蒙圈，陆道星干脆拆了好几件高阶猎神道具，花2小时造了个天价测谎鸟。结果一测，吴虞和郝亮全是真话，俩人既没撒谎，也没勾结轮回教。是郭九霄，他会鬼上身，是他附身控制了郝亮。众人脸色瞬间巨变，郭九霄是老李的死对头，居然靠夺舍附身混进了团队。下一秒，郝亮直接变脸，语气嚣张跋扈，当场承认自己就是郭九霄。老李，2年研究我远超你，你这辈子都追不上我。郭教授，你这么牛，为什么不早杀老李，非要等今天？说明你们研究最近才有的进展。我一句话，直接点破郭九霄的心虚，他当场恼羞成怒，要杀我。赵龙飞直接霸气挡在我身前。就算现在你不是真身，但只要你敢动我们任何一人，在安全区内，你就别想好过。赵龙飞把郭九霄对得哑口无言。论势力，郭九霄在赵家面前就是小喽啰，回安全区他根本不敢造次。郭九霄直接拿郝亮的命当人质，逼我们放他离开。就在他要喝隐身药跑路时，郝亮的声音突然爆发，直接盖过郭九霄。哈哈，郭九霄，你喝的不是隐身药，是我特制的驱魂药剂。郭九霄的夺舍技能当场失效，他发疯要自刎拉郝亮垫背，吴虞干脆一刀剁了他握刀的手，郝亮疼得满地打滚，没过几分钟就用修复药水接回断指，彻底摆脱郭九霄。郝教授也太牛了，早就溜后手防夺舍了。郝亮对着测谎鸟把被附身的经过全说清，是郭九霄用净世界困住他，强行施展夺舍技能，众人这才彻底搞清真相。趁他们聊得慌，赶紧撒尿契约，这可是顶级神材，谁也抢不走。我刚完事提裤子，老李就发现了地上的腥红草叶。张狂、郝亮轮番鉴定，当场炸锅。这是黄色叶片最珍贵的内液，为你一泡尿契约了。小秦，这泰坦茅草的黄色叶片哪来的？捡的。测谎鸟测出假话，众人一脸无语的看着我。小秦，大家为了出来救你，差点丢了命，你难道不表示表示？李天明这老狐狸就是精，竟拿救命之恩来拿捏我，我也只能顺势宣布分赃方案。行吧行吧，黄色叶片10份，你们1人1份，其余的我自己留着。我掏出匕首，把泰坦茅草等分。老李，你先来，我盯着你完成契约。你盯着我，我尿不出来。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老李被我臊得面红耳赤。轮到张狂，我立马改口让他背对我。李天明气得破口大骂。分完茅草，我们启程回安全区。路上老李吐槽研究瓶颈，需要腐蚀黑无叶囊、冰晶巨额翅膀、熔岩鳄外皮、泰坦茅草内液，还有黄银锌矿。这些破材料我储物箱里全有，看我之后怎么狠狠拿捏你。我假装好奇问黄银锌矿，得知市中鼎明打造我那破匕首和护甲的材料，我心里乐开了花。只要我点头，老李的瓶颈直接解决。全速赶路2天，我们终于回到213号安全区。我看见安全区的灯光，差点哭出来。护甲还给我，那是4阶护甲，不给，我留着下次帮你杀神明用。我赖走老李的4阶护甲，又分给陆道星、雷霆雪狼材料，让他帮老李重做护甲。休整过后，我联系管理部部长唐万公，想用雷霆雪狼和泰坦茅草残片换积分。唐万公上来就压价，我装作要挂断电话。想糊弄我，要么来第9区找我，要么交易拉倒。唐万公立马服软，答应来黑市面谈。结果我刚挂电话，又来一个陌生号码，对方自称是新生第1楚霸星。我让你拿新生第1，你把材料给我。10万积分而已，我自己能拿到，用不着你让。对方精准说出我手里的材料，我瞬间识破，他能监听我电话，根本不是楚霸星，而是军方大佬楚萧昂。你不是楚霸星，你是他爹楚萧昂吧？对方直接摊牌，原来军方急需泰坦茅草救恩人，我不慌不忙，要求当面谈，还要叫上唐万公。楚萧昂被我的谨慎惊到，只能答应。挂了电话，我立马通知唐万公，这俩大佬要抢我的材料，我坐收渔利，爽翻。楚萧昂办公室里，他对着亲儿子楚霸星破口大骂，骂他不如我会来事。我担心电话被监听，于是去找陆道星改装手机，装上防监听功能，以后打电话终于安全了。2天后，手机改装完成，导航也升级成防雷电版。会面当天，赵龙飞安排黑市会议室作为面谈地点，我提前到场以示尊敬。没一会儿，唐万公率先到场，对我客客气气。
接着楚萧昂带着楚霸星走进来，这少年眼神冰冷，全程盯着我，满是不服。这是我儿子楚霸星，今年新生积分第1，以后同学多多指教。我伸手跟楚霸星握手，这小子僵了3秒才搭理我，要不是他爹楚萧昂呵斥，楚霸星连手都懒得伸。落座后，我直接做主位，掌握主动权，开门见山拿出储物箱，亮出本次交易的2样硬货：雷霆雪狼残骸、泰坦茅草内叶残片。雷霆雪狼近1万斤，泰坦茅草残片不到1平米，只换积分、魔药和钱。2位开价。唐万公想捡漏，张口就按管理局低价，1积分1斤，被我当场兑回去。哼，你们定价离谱到没开张过吗？1积分1斤，想都别想。我转头又问楚萧昂军方出价，这司令也是个聪明人，当场排到2积分1斤，摆明帮我压唐万公，还想顺带抢泰坦茅草。楚司令都出2积分，唐部长你看着办。唐万公只能咬牙跟上，聊完雷霆雪狼，转进重头戏泰坦茅草。我不拿实物，只摊开1比1照片，楚萧昂当场不乐意。不是不信2位，是楚霸星从进门就盯着我箱子，随时想抢，我总得保命吧。楚萧昂被戳穿心思，瞪着他儿子，楚霸星这才老实坐下。这群高位者没一个可信。唐万公突然要跟我私聊，我跟着去备用会议室，直接坦白。楚萧昂急需茅草救人，军方有积分特权，能随便定积分。军方积分这么好拿？对，你尽管跟楚萧昂狮子大开口，我帮你抬价。我卖给唐万公一个人情，私下承诺会额外给他1份茅草残片。回到会议室，楚萧昂直接砸出天价，5万积分加1万瓶魔药加10枚金币。我差点答应，被唐万公暗中掐住提醒。楚司令，你这是想用军用物资换茅草，完事给我扣敲诈军用物资的死罪！我当着众人的面戳穿楚萧昂的阴谋，楚萧昂瞬间面露凶光威胁我：不就是死吗？光脚不怕穿鞋的，我的命换你要救的人血赚。楚萧昂彻底被我拿捏，只能妥协认输。我只收5万积分，魔药和钱都不要，顺带跟楚霸星立下赌约，谁成为新生第1，另一方就要输1件4阶猎神道具。你敢不敢赌？赌！我赢定了！楚萧昂还暗喜儿子稳赢，压根不知道我早就跟唐万公串通。腐蚀黑雾任务一发布，积分直接碾压楚霸星。这4阶道具我拿定了。交易敲定，楚萧昂憋屈到脸黑，带着儿子灰溜溜走人。我独自留在会议室，刚放松下来，黑市女主管突然闯进来，不等我回过神来，这女人便发动无影者技能，黑影缠住我全身，抽走我的匕首，就要捅我心窝。为什么杀我？女主管一言不发，摆明要速杀我。我当场发动小玉瞬移躲开，再开暴力技能，一拳轰飞这女人。想杀我，你还嫩点儿。我拳锋携带音爆，一拳击中这女人的小腹，近身一记锁喉，当场送她归西。女主管的尸体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在这时，赵龙飞冲进来，我迅速警惕，让他自证身份，生怕又是冒牌货。赵龙飞报出暗号，我才放下戒心。你小子不会把唐万公和楚萧昂杀了吧？我没那么傻，这是你家暗杀我的女主管。自爆大脑就无法读取记忆，敢在我赵家地盘执行暗杀，幕后绝对是顶尖势力。想杀我的人，我能排除几个？郭九霄的人知道我克制无影者，不会派这种能力者。胡禅和萧志刚也可以排除。赵龙飞听完后跟我揭秘，女主管是潜伏3年的卧底，杀我是为了搞垮赵家商会的声誉。合着我是替你们赵家挡刀，你们搞竞争，我天天挨暗杀。有办法，你把私藏的赤红结星给我们当信用证明，3大商会就不敢动你。想套我底牌，没门儿！除非让我当赵氏商会副会长，还要进董事会。赵龙飞本来不答应，结果他大哥赵龙腾直接拍板同意。我摇身一变，成了赵氏商会副会长加董事会成员。李天明一行人得知后彻底傻了眼，谁也想不到我这个高中生居然成了安全区新商会的高层。没过几天，楚萧昂和唐万公的积分到账，我直接暴涨9万积分，登顶南荣大学新生第1。奇迹哥的名号彻底炸穿论坛。楚霸星还想跟我赌4阶猎神道具，这一下他输定了。赵氏商会举办任职典礼，会场气派十足，我穿着西装站在台上，成了全场焦点。这时
连云商会的华伟才跳出来找茬，当众嘲讽赵氏商会的镇会之宝太寒酸。就这点破烂，也敢开商会？我们有贵客寄存的信用证明，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工作人员当场抬出4个木盒，一打开，4颗赤红结晶直接闪瞎全场，所有宾客彻底被激。就算有赤红结晶又怎样？你一个孤儿，凭什么当副会长？既然你非得把我架上台，那我就好好回应你的质。我迈步走到话筒前，第一件事就是喊陆道星拿来测谎鸟。我当场质问华伟才认不认识暗杀我的女主管。测谎鸟直接喊出假话，当众戳穿他的谎言。前几天刚有人暗杀我，今天你又来无理取闹，你们连云商会就是暗杀我的主使。全场宾客瞬间哗然。华伟才还想狡辩，我抬手举起一颗鸽子蛋大的赤红结晶，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出惊天价码。这颗赤红结晶的1/10，换华为才的人头。话音刚落，楚萧昂瞬间出手，我连他动作都没看清，华伟才直接伸手一触，楚萧昂擦了擦手，乐呵呵的找我兑现赤红结晶，全场直接被震爆。我这颗结晶还有9/10，华副会长，你应该懂我意思吧？华成良看着孙子的尸体，气得浑身发抖，却敢怒不敢言。浩日商会的江长青还不服气，嘲讽我靠别人撑腰，结果丹大军团司令当场竞价，1颗赤红结晶就买江长青的命。江长青当场脸色惨白，直接认怂。现在我配当赵氏商会的副会长了吗？全场鸦雀无声，没人再敢质疑我。赵氏商会典礼圆满结束，舞会上李天明给了我一枚屏蔽戒指，解决了我谈话被偷听的麻烦，还跟我揭秘了安全区最核心的序列升级秘密。老李，我序列5卡好久了，到底怎么才能升6？老李告诉我，序列5升6要举行礼神仪式，打通信徒之路，其中有2条路选，停在序列5能无限提升肉身，若升级到序列6则对人无敌，但对战神明则容易被压制，且开启后序列5的肉身积累将全部清零。我选信徒之路，安全区里的人比外面的神明难对付10000倍。我正盘算着怎么寻找举行仪式所需的祭品，沃伦商会的金发千金莎莉突然走到我身边，上来就跟我聊婚事，说我在台上的样子太酷，一眼就爱上我了。啥？婚事？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吧？李天明贱兮兮的凑到我耳边低语：“你放心聊，我不会告诉文书。”我以为这是3大商会的美人计，当场打开测谎仪盘问，结果测谎鸟继续报真话。莎莉小姐，刚刚的话你能再说一次吗？好的，因为你刚刚在台上太帅了，所以我忽然喜欢上了你。真话。我到了成婚的年纪，但是没有喜欢的男子。今天见到你，我觉得我遇不见比你更好的男子了。真话。即便我的父亲不同意，我也想和你结婚。你是个迷人的男人，婚后我一定会更爱你的。真话，真话。啊，陆教授，你鸟坏了！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你那玩意儿才坏了。可是我真没想过谈恋爱啊，莎莉小姐，咱们出身文化全不一样，不合适。莎莉根本不听，继续追着问我感情事。亲先生，有未婚妻了吗？没有。那你有女朋友吗？也没有。那你有喜欢的人吗？这个，我心里闪过温书的身影，他却一眼看穿我的犹豫。你犹豫了，说明你喜欢的不坚定。那为什么不和我相处看看呢？莎莉小姐，我对你不感兴趣。莎莉顿时懵了一下，让我开启测谎鸟再说一次。莎莉小姐，我真心认为我们2人不合适。我每天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爱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真话。莎莉叹了口气，脸色变得遗憾。我知道了，很高兴能与秦先生交谈这么多，再见。莎莉离开后，我跟着老李准备回宾馆。路上，老李独自抽烟发愁，吐槽失败的婚姻，劝我找个懂我、跟我一路人的伴侣。温书是好学生，但跟你不合适。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有了盘算。李天明不知道我和温书的秘密，按照李天明的说法，温书就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伴侣。你小子在那傻乐什么呢？乐？我乐了吗？牙床都露出来了，你说呢？没什么。临近宾馆，李天明又告诉我，他前妻叶红青被郭九霄挑唆，要卖他的实验手稿。
老李下定决心要去杀叶红青。你一个人去太危险，郭九霄肯定设了局。李天明执意要独自行动，第二天一早就借口离开。我转头就找张狂、郝亮和陆道兴，决定暗中跟着保护他。为了瞒过其他人，我故意跟赵龙飞说要出安全区杀神明。陆道兴拿出4阶猎神道具胶囊仓，带着我们在地下穿行，速度比老李快1倍，能提前赶到探查部控制。陆教授，这玩意儿也太牛了，能给我一个吗？可以，拿你的赤红结晶跟我换。不是，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赶路途中，我刷论坛查到李神仪式的完美祭品，血月狼蛛和深渊猎犬都是高积分群居小型神明。不一会儿，我们赶到第3区，很快就查到叶红青藏在星野牧场。星野牧场，那不是郭九霄的地盘吗？张狂告诉我，牧场全是黑暗牧场，适合打斗。陆道兴操控猎神道具探查牧场，发现5间房子都被4阶猎神道具封锁，防窥探、防监视，明显是郭九霄布的局。郭九霄这次是铁了心要置老李于死地。不管他耍什么花招，今天有我们在，老李绝对不能出事。陆道兴秀出独门猎神道具，悄无声息地拆光了郭九霄的所有线索。不一会儿，李天明就带着猩红面具现身，郭九霄则从牧场走出，身旁还跟着任长宇和马石2位教授，1对3，李天明根本没有任何胜算。老李有危险，我们快去帮他。郝亮打任崇宇，陆道兴打马赤，我去杀叶红青。收到，好嘞。不是吧？你们把弱的全挑了，留个郭九霄给我啊！少废话，懂不懂什么叫田忌赛马？话语刚落，郝亮嗑药化身金属怪物。陆道兴开出数十个分身，一斧子捅过去。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不来，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去白白送死吗？除了李天明，其他人全部杀掉。郭九霄一见到我，当场下令。马石突然甩出旋转飞刃，想要偷袭我。陆道兴瞬间以丝线将其切碎，分身随即一拥而上，将马石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未死是天性，轻死是智性。今天我就要摁住郭九霄！我开启暴力特效，无视郭九霄的图腾封锁，顺身到他身前，一脚踢在郭九霄脸上，直接把他踹飞10级。我骑在郭九霄身上，拳头疯狂打。胡甲连2阶匕首挡不住，给我死！碎了他的面具，他面目全非，眼球都拉不出来。可这货居然跟没事人一样，还在疯狂召唤藤蔓。挨了我这么多拳还能打？你到底是人是鬼？我边躲藤蔓边观察，终于发现猫腻。郭九霄身形越来越瘦，技能还跟之前附身时一模一样。我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根本不是真郭九霄，就是个替身傀儡。想通一切的我，彻底放开手脚。真的郭九霄我打不过，你一个冒牌货我还弄不翻你。假郭九霄边打边试透，短短几分钟就摸透我想用的所有短板。传送技能时间到了吧？我去杀张狂了。想走？问过我了吗？我一口吞下熔岩恶神明残骸，以石化神彻底。我周身裹满炽热熔岩，每一步都点燃草场，藤蔓靠近就化成焦土，宛如火麒麟降世。给我死！我一拳轰在假郭九霄脸上，直接把他脑袋碎成血雾，当场殒命。全场教授都看傻了。假的就是假的，也敢在我面前装蒜。不一会儿，张狂提着叶红青的脑袋从房间里跳了出来。得手了，撤！张狂得手喊撤退，我刚要跑，背后突然炸响重炮，任长宇用4阶炮弹轰穿我的4阶护甲，后背直接炸出碗大的血窟窿。小心！陆道兴甩出水晶球裹住我，胶囊仓扎进地下疯狂逃窜，我躺在仓里血流不止，意识一点点消散，只剩心跳越来越弱。开到地面上吧，太黑了。胶囊仓浮出地面，路灯像星星照在我脸上，我的意识彻底沉入黑暗。赵氏商会里，赵龙飞看着3颗赤红结晶变灰，准备联系杀手做掉郭九霄。温书在家心慌意乱，总觉得我出事了。就在我魂归虚无之际，一只神鸦在虚空中裂，一股暖流裹住我的灵魂，濒死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我在医院死而复生，一睁眼就看见赵龙飞、李天明一群人围着孤松。赵龙飞掀开白布，直接下滩。这炸死了！手贱多怪，我命硬得很。小秦，你没死！李天明说你认他当义父，要带领你所有奖励和魔药。没有的事儿，你个老贼！养伤的这几天里，我以5颗赤红结晶为代价，向陆道兴定制了一把4阶猎神道具方天画戟。胡禅主动找上门来，强硬地提出要借泰坦茅草的内液。借我泰坦毛糙。我掏出测谎鸟，当场揭穿了他拥有寻宝能力的秘密，随后向他开出了条件：只要你陪我去安全区外猎杀3次神明，我就把泰坦毛糙分给你。好，希望你说话算数。胡禅刚转过街角离开，唐万公也找上门来。
给我带来了腐蚀黑无的任务，最高可获20万积分。他还透露萧志刚曾是北荣大学的校长，正暗中勾结副部长卡我的积分。唐部长，我分你5克赤红结晶，咱们联手清掉管理部的蛀虫。够意思，以后管理部全力罩你。哈哈哈哈哈哈！刚打发走唐万公，温叔的电话打了过来，我开启房间听，赶紧回拨。一听到他的声音，所有疲惫都散了。我看论坛都是你的消息，你又变厉害了。嘿嘿，马马虎虎了。秦思阳，你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吗？温叔，我不是喜欢冒险，我是一直在逃离危险。温叔接着告诉我，我的老家14121区已经围满了不速之客，全是冲我身上的赤红结晶来的，就等我回去自投罗网。我猛然一惊，温叔的序列能力远比我想象的恐怖，能预知危险，看透人心，神秘到深不可测。谢了温叔，你安心准备考试，别为我的事儿分心。1周后，我的伤势彻底痊愈，便立刻拎起方天画戟，直奔李天明而去，要当场找他算账。李天明，敢对外造谣你是我义父，方天画戟专杀义父，吃我一戟吧！我一戟劈过去，老李居然靠着身上的护甲硬扛下来，还反手扔给我一个黑色护甲，直接把我整得手足无措。这是给你的护甲，你之前的还顶，下次出安全区穿着防身。老李，还是你对我最好。哎，一个大男人搂搂抱抱像什么样子？害不害臊？赶紧松开！一切准备就绪，我准备再闯安全区猎杀神明。我刚踏出安全区出口，就被各路势力盯得死死的。军方、商会、敌对大学都是冲我身上的宝贝来的。我服下一瓶易容药剂，变成赵四方的模样，前往安全区深处。凭借碾压的实力，我轻松斩杀腐蚀黑无，完成唐万公的提升任务。回到第9区，我直奔序列能力者管理局找唐万公提交任务。什么？你居然猎杀到了腐蚀黑污！我按最低标准上交3000斤残骸，轻松拿到5万积分。刚回宾馆，李天明就端着冒着热气的鸡脚凑上，谄媚的没边。秦总，我给你洗脚，腐蚀夜郎给我留着呗。滚远点儿！老狐狸恶心死我了！我被磨得没办法，答应李天明到第7区安定后就给他腐蚀夜郎。李天明连夜拉着我赶往第7区南荣大学，到家直接派专车接送，还把商会总部迁到了第7区。路上我刷论坛，突然看到奥洛夫居然洗白脱身，我当场血压拉满，差点把手机摔了。这老东西命也太硬了，我花拳都准备好了。一路奔波，我们终于抵达第7区南荣大学。老李硬拉着我去实验室，我才知道张狂、陆道兴这群顶级科研教授直接包下一整栋6层实验楼，排面直接拉满。这一整栋楼全是我们团队的。我们整理完衣服合影留念，刚拍完，张狂就凑上来问我接下来的打算。你打算怎么做？没别的，去安全区外猎杀神明。一听我又要出安全区，几位教授全都两眼放光。小秦，你就显显灵，顺便帮我们找找研究用的材料。小秦啊，我平时待你可不薄，你也顺手帮我找找呗。我又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你们能不能放过我啊？我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摊牌说，我被各路势力盯死，一出门全是尾巴，根本没法放开手脚干。陆道兴直接亮出4阶猎神道具钻头仓，这玩意儿能在地下穿行，还能撞穿普通的中型神明，速度比胶囊仓还快。咱们从地下偷偷溜出去，谁也发现不了。真的，陆教授，你也太大方了吧！陆道兴把钻头仓变成了戒指，我刚戴在手上，李天明又掏出一瓶刚研制的致幻药水，涂抹在方天画戟上，能让神明意识混乱。这药水给你防身，我没法再出去救你，你自己一定要小心。我望着李天明与身旁的几位教授，心头涌上一股暖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亲情带来的踏实与安稳。老李，你的研究缺黄银星矿，就真的推进不下去？缺一样都不行，我已经准备改方案了，你别为了这事儿冒险。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李找齐材料。第二天一早，我联系胡禅，让他陪我一起去找血月狼蛛和深渊猎犬，开启信徒之路。我和胡禅会合后，驾驶钻头舱一路深入。当距离安全区103公里时，胡禅察觉到了异常，大喊着要让我回头。这是大型神明的地盘，你疯了吗？这是想送死啊！边缘地带早就被人杀空了，不往深处走，怎么找到祭品？胡禅被我用泰坦茅草内液拿捏，被迫答应留下。来到地面，他发动寻宝技能，带我找到一群小型神明。结果全是没用的长足蠕虫铁盔鼠藻。胡禅，你就给我找这些垃圾！话音刚落，地动山摇，胡禅脸色惨白。
我们居然惊动了大型神明沙虫。这玩意儿体型如山，鳞甲如铁，牙齿能切金断玉，是人类至今没杀死过的顶级怪物。我操，是沙虫！溜了！我开启暴力技能狂奔，沙虫一扑就拉近一半距离，眼看要被吞掉，钻头仓指环却卡在手指上摘不下来。我毫不犹豫掏出猎神匕首斩断手指，扔出指环变身钻头仓，拉着吓傻的胡蝉钻进地下。沙虫疯了一样在地下追击，我一脚油门踩到底，狂奔半小时才甩掉这根沙神。牛逼！你对自己也太狠了吧！说断指就断指，断指总比丢命强。我简单止血，把断指放进储物箱保存，绕开沙虫区域，在百公里外停下。胡蝉再次发动技能，找到一群硬甲蛙迷，还是没用的垃圾神明。就在我们准备换地方时，地面再次震动，巨大的嘴巴死死对着。那只沙虫居然又对了。都跑这么远了，他怎么还能找到我们？我再次启动钻头舱，搭着胡蝉仓皇逃窜。我驾驶钻头舱玩命逃离，又被沙虫追了20分钟才撤出场。胡蝉当场想撂挑子回安全区。不是，这鬼地方我是1秒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安全区。想要内液就乖乖听我的。胡蝉被我气得炸毛，我松口承诺再遇沙虫就返程，报酬照给，这才稳住了他。帮我杀深渊猎犬，事成之后多给1/3的内液。抵达深渊猎犬巢穴，我把猎神匕首扔给胡蝉，当场雇他当打手。秦总，我这就去。胡蝉化身打工牛马，1小时就屠完上百只深渊猎犬，原片假装了满满一箱，我乐开了花。这小子实力是真屌！我刚掏出钻头仓，沙虫又火速杀到，我一脚油门窜进地下。狂奔途中，钻头仓狠狠撞上硬物，气囊直接弹开。我们在地下2000米发现了黄银矿，跟老李要的黄银新矿名字几乎一样。我直接整块打包带走。敢错拿，绝不放过。祸不单行，钻头仓变速和刹车全坏，只能全速狂奔。就在燃料快耗尽时，一抹蓝光闪过，我不顾胡蝉反对，强行停车寻宝，孤身一人挖开铁缝，发现了陆道星梦寐以求的蓝水琉璃矿。这玩意儿，陆老头做梦都想要。我把整座矿脉搜刮干净，还在核心矿井里发现了神秘物质。满载而归后，把胡蝉扔在安全区附近。这小子拿了双倍报酬，当场喊着下次还跟我混。回到实验楼，我踹开陆道星的实验室门，直接掏出蓝水琉璃矿。这老头当场眼睛都直了，其他教授瞬间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求材料。少奇，帮我找死亡孢子粉，幻影晶体有没有？多头鼠右呢？我露出断掉的食指，众人吓了一跳。郝亮连忙掏出修复药剂，断指10秒就接好，还白送我一瓶备用药剂。陆道星拿着矿石反复研究，捏碎矿石后，脸色越看越凝重。这根本不是普通蓝水琉璃矿，那这是蓝水琉璃星矿，和黄银星矿一样，带星辉精华的顶级变种矿。一群教授彻底沸腾，我又拿出黄银矿，问能不能代替李天明的黄银星矿，这怎么可能？却被教授们告知两者材质天差地别，根本没法替代。我心里一阵失落。李天明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回招待所好好休息。第二天中午，我刚醒，秦字军团司令秦英光站在门口，扔给我一个储物箱，里面装着的是序列等级5刺客的脑袋。这个人要杀你，被我解决了，我救了你一命。给我10克赤红结晶。我望着这颗头颅，神色凝重，脑浆已被搅成一团烂泥，自然无法读取其中的记忆。秦司令，今天这情我记着，但我无法验证这个人的真实性。如果明天您又杀了一个人，说是来杀我的，你说我是信呢，还是不信呢？秦银光被我对得没脾气，反倒对我刮目相看。军方的人心眼一个比一个脏，跟他们打交道半点不能松劲。秦银光离开后，我闲着没事干，便出门在南荣大学校园里随意走走。路灯照亮街道，四周一片宁静，我不禁心生感慨，仿佛回到了从前。从我决定踏上这条路的那天起，我便再无回头的可能。无论前方还藏着多少危险，我都不会停下脚步。